公司怎么叫你霍霍成这样了？公司连夜搬走了，没叫我，把我丢下了。我一上班，公司没了。我们搬家了，他平时就把同事们得罪个遍儿，搬家没人乐意告诉他赖谁呀？现在他不在公司，你看我们上班心情大好多了。下班同事们还准备找个酒店聚个餐，庆祝一下吗？同事这么对你，你不难过吗？我觉得还行，就是有点想同事们了。为了缓解孤独，我摆上了同事们的照片，看着他们的照片，他们就好像音容宛在，我就不孤独了。时刻提醒自己，我不是一个人。照片怎么是黑白的？打印机没墨了，还有这蜡烛，晚上加班的时候没有电，也是我特意准备的。这啥意思啊？又相片又蜡烛的，还发公司大群里了，损我们呢？可他一个人留在那儿也不是个事儿吧？老板说我是公司的固定资产，让我固定在这儿，把我留给下一任老板了。还说到时候一接手，我就是最有资历的老员工。我觉得老板这是为我好。没事。他真这么想的？那你告诉他，虽然平时同事们相处的都不太愉快，但还是希望他的下一任的主人能好好带他，就是祝福一下。你心态还挺好的，真的不怪同事吗？那狗咬了你一口，你还能去咬回来吗？同事一场，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是用户老板同事在天堂吗？是啊，你的外卖放这边吧，让老板和同事们先吃。你老板和同事都没了？去另一边了。姐，这段记得真晦气。人挪活，树挪死，小涛是我没养好，我准备把他留到下一任老板那里另谋高就。老张，你办公室留这么个玩意儿，我怎么做生意？来，快点带走。完了，砸处理。你们老板不来公司了？他来不了了，老板看我们下班了不工作难受啊，就让我们随时跟他汇报工作嘛，不准有私人空间。这不小刀连夜把工人搬老板家门口去了吗？我觉得老板说的对呀，下班也要信息工作，为了方便汇报，我把工位挪到了老板家门口，为老板24小时待命。老板别睡了，我凌晨3点发给你的方案，你还没给我反馈。这内卷的见多了，内卷到老板家门口的，我们也是头一回见。这老板一不来，把我们也给解放了。看样子你挺喜欢在这里办公的。那在老板门口汇报就是方便呀。你看这独立办公室，守着老板的钛合金钢门，和老板零距离沟通。老板的大门只为你而开，要你不兴奋吗？我不兴奋。他一晚上汇报工作能汇报800次，给老板门都敲烂了。老板整的成宿睡不着觉，现在也没心思找事儿，和老板极限1换1了。看来你是打算一直待在那儿了。就睡老板家门口呗。哎，你好，是用户员工部的 house 吗？您的欧乐 B 到了。我们老板现在很忙，你给我吧。这肯定是老板看我汇报积极奖励给我的。老板，这欧乐 B 是给我的吧？给你妈！谢谢老板。该，刚才老板搁群里说了，说以后下班不允许聊工作。哇！那不行啊，我得找老板说说去。听说你们集体跳槽了。这是为了完成老板的任务呀。老板看隔壁公司业绩好，就骂我们无能，让我们好好学习学习人家员工是怎么干的。这不大家都过来学习来了吗？那实践是最好的老师啊，我觉得切身入职才能学到这东西，所以我让大家都辞职了。那你们打算学到什么时候回公司？不一定，学无止境。不回去了？回去干啥？一来了才知道，外面公司远了确实远呐，工资高，环境也好，你工资效率这热情这能不高吗？你等会儿接电话。谁？你老板，我让你们跟人家学习，不是让你们辞职的。你说话注意点啊，是钱老板，我怕谢老板听见误会。接到电话了吗？狗叫，不必理。因为一句话把员工送到对面公司了，你后悔吗？没什么好后悔的，这恰恰说明了他们不够忠心，我对他们很失望。老板，我也想学习一下对面公司门卫是怎么看门的。那你走了公司谁看门啊？人生周围了，看鸡毛门啊！笑死。那你们来这儿学到东西了吗？学到了。人家业绩好是因为钱多事少，这环境也好，所以业绩不好先从公司角度找原因。休息时间到了，大家快来喝茶去。老板找不下了。咋来？大爷，毕竟是钱老板，你下得去手吗？我尽量不下死球。听说你们每个月拿2份工资。我们想涨薪，老板不给，让我们自己想办法。这不小涛给我们接的对面公司私活吗？我们现在打1份工赚2份钱。那人无横财不富，你再努力也拿不到多少钱，不如换个思路，用上班的时间给别的公司干活，拿2份钱。你这想法挺有创意的。我们现在工作热情都可高了。Hello，这是我们人事帮对面公司招人的，业绩不够自己家公司来凑吧。那边是财务，那财务是帮对面公司算账吗？不是，对面给的任务是要看我们公司的账。你们这么做，老板赚不到钱吧？亏不死就行，要把控在老板要不死又富不起来的程度。他到死都觉得是自己不够努力。
你还挺会算计。那没办法，当老板的就这样，吃太饱就开始霍霍员工。你们这工作模式还挺滋润的啊！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舒适的办公环境，我们还走公司账给公司的净空调换新了。你们这样没替老板考虑过吗？考虑了呀，美的空调现在依旧换新，美的补贴80亿，不限品牌免费拆机，空调依旧换新，最高可抵1000元，无风感空调365天只换不锈，套购还有额外优惠和赠礼。我们的旧空调也抵钱了，这也算是为老板省钱了。你们这不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吗？碗里的是少，那老板给不到，我们自己争取，咋的了？对不对？长哥，咱公司的门店急着要我先做谁的？先做对面的，自己家糊弄糊弄就行了。别人的要是做差了，下次可就不找咱们了，找个你对吧？作为老板你怎么看？吃里扒外是职场的不正之风，我绝不容忍。我已经以老板的身份命令他们停止手头的工作了。有效果吗？有效果，停在我这边。老板派他去对面公司卧底当个眼线，结果面试就被人刷下来了。人事看了眼我的简历，就说我不合适，这太欺负人了。你把原公司写履历上了，这俩不是对手公司吗？我这人就实诚，真诚才是必杀技。那谁干卧底上来自报家门呢？门还没进去呢，就送回来了。我让当个眼线，这搁这丢人现眼了。可能是公司之间关系太敏感了，才不用你。你也别太难受。我怎么不难受？为了过面试，我还花2000块钱的找了关系，笔试又被刷下来了。他这2000请对面全公司吃了顿下午茶，你看看，啊，感谢对面公司送上的下午茶。这哪是面试，这不给人送物资去了吗？为了提高入职率，我还特意选了看大门的岗位。没想到这么没技术含量的工作还这么挑人。你他妈学谁了？我扶着咱俩练练。老鸡儿等练练就练练。这岗位还是挺有含金量的，要不还是回原公司吧。回不去了。老板说为了真实一点，特意给我办了离职。他事儿没办成，但老板也满意了，说能摆脱小刀已经是最大的收获了。晚上还要请咱们吃饭庆宴呢。这件事倒是给我提了个醒，对面公司不要的我也不要，不能让什么废物都进来。他是怎么想到这个卧底的计划了呢？老板，我有一计，咱们现在运营困难，我觉得可以让对面公司收购我们，这样公司就不是我的了。那咱们关门算了，集体去对面公司得了。我觉得可以去对面做卧底，把他们的业务全拉回来。我刚才联系公司了，说再给2000，让你笔试也过了。那我能进公司了吗？下周我们会统一安排复试。又他妈2000的。公司没钱发工资了，老板问大家有什么看法，小涛站起来了，就提议老板裁员。我们好几个同事都被裁了。公司效益不好，我向老板提出了裁员广进的计划。裁员广进，就是裁掉不努力的员工，大家为了不被裁掉，那工资效率提上来了，不就裁员广进了吗？老板，我看大家适应现在的工作量了，我认为可以再上点强度了。你一直和老板通着电话吗？对齐下颗粒度。员工建议老板裁员，这放眼整个打工界也是相当炸裂了，害得我们现在手里活都停不下来，厕所都不敢去。这样对同事不好吧？那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你来，那我来。你看，大家现在连上厕所的时间都用来干活了，从根本上杜绝了摸鱼情况的出现。拉链了。你还挺贴心的。一年下来钱挣不了几个，这活是越来越多了。啊，之前老板跟我们说嘛，让我们把公司当家，有这么对待家人的吗？那是他理解错了，确实是把公司当家。大约明白你的身份是家丁，不是家庭成员，必要的时候也是可以清理门户的。作为老板这么做，不怕员工受不了吗？是啊，小涛，穷寇莫追啊，把大家逼急了也不好。没关系，老板，我给大家留后路了。我设置了免裁名额，主动放弃工资就可以获得。我报名可以免去被裁的风险。非常好，去鼓励大家报名。出差路上车没油了，到服务区下来，我让他去加个油。结果我们上个厕所的功夫，他把车开走了，把我们全扔这儿了。他们那服务区没油了，那工作人员让我来下个服务区看看，那我就开过来看看呗。那一来还真有。同事还在上个服务区呢，你说走就走了？那人家确实没骗我呀，这边确实有油啊。我这人比较听劝。我当时尿一半，我看他在公司群里发了个去就回，我心里咯噔一下子。我出来眼睁睁看着他飘着移走了。当时都没想喊他一声吗？喊了，我们在后面喊了一路，一直又挥手又跳脚的，越喊开的越快。他们还喊我了，那我还以为他们在后边欢送我呢。我说怎么去加个油还整这么隆重，又蹦又跳的。那我还给他们回了个 OK， 让他们放心。还放心呢？我们他妈快让客户给骂死了。刚才给我打电话问我到哪儿了，我是没敢接。给我拉黑。你考虑事儿确实是不周全了。那他们光说加油，也没说还得等着呀。干啥？不是你回不回来了？你们把我扔这，那是想想办法呀。要不你们顺着高速走一个服务区呢？我在这等你们。找你！哎呀，你有病啊！你哪？还挺横。
同事也是因为你，要不还是回去接一下吧。那高速又不让掉头，我怎么回去？我也不能倒回去啊！你一下扣12分，那我不心疼吗？那他怕扣分，那我们咋整？我们还着急见客户呢，这损失谁来赔偿？川哥，车到山前必有路，等我预定探路到了，以后再也不冻死了就！你自己回来的啊？我车绕圈回来没油了，我打车来的。那你来干啥的吗？不是你不让我来的吗？公司女同事客户资料没了，我们还以为公司进贼了呢。后来调监控才知道，这小子偷摸晚上熬夜做的文件给删了。我暗恋他很长时间了，为了制造约会的机会，把他留下来陪我加班。我趁他下班的时候把他客户资料删了，还是很有效果的。我俩独处了1个晚上。他陪你加班了1晚上吗？打了我1晚上。那你就知道，来我们公司之前打 UFC 的，外号叫末路狂花，在我们公司我们都没人敢惹他，一嘴巴差点没给小唐脑底下扇出来。下的都是死手啊！那揪着脖领子一脚踹出去2米多远，连招老丝滑了。你这么做确实挺危险的。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啊！虽然他打了我1晚上，但我俩也算真正意义上的独处了。那走的时候还跟我说晚安呢。晚安。都是同事，是不是下手太重了？他该呀，他删人文件不说，还给人电脑设置个开机密码，不让人用了。你这高谁不上我呀？密码是我生日，他要问我，我肯定告诉他呀。我就是想让他多注意到我，多了解我。那他最后同意跟你约会了吗？约了呀，他说下班去地库比划比划。这不约架吗？创哥，你说他怎么看？员工有恋爱需求我能理解，但是因为个人行为影响公司进度，2个人都要罚。好啊，公司同事文件都没。老板，为了不连累他受罚，我把同事工作的文件也删了，我发不责众了。哎呦我天哪！小高，干啥？公司好几个月不发工资了，我们都快西北风了。工资不是不发，只是让公司代为保管。让公司保管？快过年了，公司年底跳槽情况特别严重。我向老板提出了工资碎片的建议，每个月不发工资就改发工资碎片，集齐12个碎片就可以找公司兑换1年工资，有效杜绝了跳槽情况的出现。那工资给够了，谁愿意跳槽啊？公司要不抠门，谁他妈愿意走啊？我现在一坐公交，我连钢镚我都掏不出来，我这一掏兜，我掏一堆工资碎片，这让我怎么生活？干啥？脚抬墙踩着我就该有工资了啊！同事们都没钱生活了。没钱你上什么班？我觉得员工不能嫌贫爱富，你得忠诚，不能只为钱。那咋的？我们上班不为钱来献爱心来了？他这工资碎片给我们整的，现在哪都去不了。我觉得工资碎片的建议特别好，不但能留下员工，还能增加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度。忠诚度？这你想啊，那公司培养你那么久，你说走就走了，那公司损失多大呀？你现在用工资碎片的形式把大家绑在公司，半途而废的人一无所有，只有坚持下来的人才能拿到工资。那咋的？我们还能一天不吃不喝呀？那也撑到那个时候啊？啥家庭啊？我这20个人入职才能获得本月的工资碎片，这也是为了补充公司损失的劳动力。我其他部把大姨都叫来上班，那最后一个工资碎片是不是能给我了？动作还挺快。凑齐了，兑换不了。这个是工资碎片的碎片，集齐10个这个，再找我换工资碎片。你出来了。公司年终聚餐，同事不让我上桌吃饭，就把我扔外边了。位置不够了，屋里一共就这么几个座，还有领导没来的呢。这说这公司新年礼物，这也需要座，这排不到的也很正常啊。俺们在楼下吃嘛，还特意给他安排的上座。这也算上座？都八面漏风的，都不用点凉菜，上来菜就凉了。我往这一坐，人家以为我饭店保安呢。都老员工了，他们这不区别对待吗？师傅，去饭店吃饭还得在你这儿登记吗？你再提登记，你看我登不登你？方便问一下，这个座位座次是怎么安排的？那老板说了，让我们按照对公司的作用进行排座嘛。他平时在公司就副作用，还没啥存在感。你这种时刻哪能轮到他呀？旁边不是有空座位吗？给狗留的，有的同事带狗来的。那全公司同事都有座，那把保安大爷都带上了，那狗都有座，就我没有，那我还不如条狗吗？确实是没排上号，你也不要太介意。我怎么不介意？他们在里边大鱼大肉的，就给我留了碗花生米，还有张破桌子，我能不委屈吗？领导家属来了，桌不用，桌搬走了。这桌子也没了。他一个人在外面挺可怜的。那我们这上班也不容易啊，这么多菜吃的我们肠胃都很大负担。你这种苦我们报告送祝福，我在外边吃冷饭，我不管，我进去吃。那个你同事都喝醉了，你能把账结一下吗？一共是3800。你这盘花生米有那么贵吗？我们辛苦工作1个月，公司告诉我们以后不发工资了，让我们自己给自己发。老板说公司没钱发工资，我向老板提出来给员工发工资的想法，既满足了大家发工资的需求，又解决了公司资金紧缺的问题，让公司的钱用在更该用的地方上。
那我们也不是来做慈善来的，1分钱不挣还得自掏腰包给同事发，我们自己发那玩意儿那叫工资吗？工资肯定是打工人来发呀，老板发的那不应该叫老子吗？给同事发工资多有成就感的事儿。你这样不怕影响大家的积极性吗？你肯定不会，活儿干的少的要给干的多的多发，谁不干活就亏得多。现在大家都抢着活干，公司效率可高了，我认为这是一种经济交换。我们是来挣钱的，也不是来捐款的。现在逼得我们连厕所都不敢上，就怕落下进度吗？快卷死了！他现在下班也不回家，就在公司卷我们这钱都让他挣去。你这么做不太合适，同事们是来挣钱的。挣呗，都加油干，从同事手里挣，多劳多得，非常公平。以前是挣老板一个人的钱，数量有限，事儿还多。现在你能挣全公司几十人的工资，只要你肯干，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干一晚上不嫌累啊？挣你们的钱怎么会累呢？你等会儿再来吧，我看你有点耽误我进去。我们现在干活一点都不情愿了，那驴拉磨还员工给员工发工资，我认为小涛的想法非常超前，让老板和员工双赢，值得大力提倡。老板你又占了，不过员工的工资解决了，身为老板，我自己的工资还没有着落。我还有个建议，让员工给老板发工资。再问一下，你是怎么升职的？我略微出手救了老板。老板早上来公司，过马路的时候来辆拖拉机，眼瞅着撞上了，小涛一个飞扑把老板护住了，要替老板扛了一下嘛，鸡翅膀干折了，顾家有功回来不就升职了吗？你还挺勇敢的。还行，牺牲一条手臂保老板平安，我觉得值得。我从小看古剑就幻想过行侠仗义的一天，所以义无反顾的帮老板挡下这致命一击，我觉得升职是我应得的。你这手势是？我这后遗症暂时都改不了。当时情况还挺紧急的是吗？紧急啥呀？他瘦的跟个小龙虾似的，他还救上人了。那拖拉机离老板10好几米远，本来人老板能跑，小涛一声老板小心，直接原地给老板抱住了，摁地上了，死活不让老板跑，就非得替老板挨那一下子。这么刻意吗？啊，这都是他们嫉妒，我这也算是善于抓住机遇。机遇？制造机会让老板遇到危险。啊，这么个机遇。方便问一下你现在的职位吗 ？CEO。管多少人呢？就开始一个人，后来公司裁员，给我裁了。就管自己啊？我老板的意思不就让他管好自己吗？这他不明白吗？他现在天天搁那玩游戏，仗自己手不都动，衣食住行啥的全得靠我们伺候。你等中午去看看你就知道了。你明天整点粤菜卤口蛋。黑丝到时候也穿上，要不然我没食欲。你这升职了又玩游戏违反的不太好吧？CEO 嘛，身份不一样了。以前偷着玩游戏，那现在可以。下班了，兼职发传单，我好不容易都快发完了，那同事手贱就给我捡回来了，我一天白干了。那我们也得坚持啊！我们过来帮人扫垃圾来了，你这地上不能有垃圾，他发那玩意儿别人不愿看，全扔地上了，那你这咋整？我们不管也不行。怎么样？这又一张了，给他送过去。同事确实是正常工作，你也不要太生气。那我发出去一张，他们捡回来一张，我干完一看，这比原来还多了一摞。我一个发传单的，弄得跟收传单似的，那太侮辱人了。那年底了，谁不想多攒点钱呢？那咋的？指着他搞副业，还不许我们兼职了？再说，就按这工作性质来讲的话，也轮不到他来指导我们呢。我们这都属于城市的净化者，让垃圾清零。有工钱也给我清零了。老板刚才看过，一张也没发出去，说我工作不认真，那钱都快给我扣完了。你要我说，他就是太实诚了。传单这玩意儿，你就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偷摸给他撇了得了呗，非得自己发吗？他这不笨吗？这不笨。走。那你没有尝试过偷偷扔掉吗？你不怕？不要。这传单哪月发多呢？我哪知道？辛辛苦苦干了1个月，只有发工资时候给我发了个谢谢回顾。没工资是他自己手气不好，赖谁呀？发工资和手气有什么关系？就为了提高大家的积极性，我向老板提出了工资盲盒的想法，把大家每个月的工资做成盲盒，数字随机，这样让大家每次发工资都有抽奖的感觉，带给大家惊喜。惊是惊了，喜在哪呢？我这个月效率最高，业绩最好，最后1分钱工资拿不着，谁受得了啊？那不换寡是换不均呀！要是因为你干得好就给你多发，那对那些干得不好的人多不公平！一定得一碗水端平，得均衡。你还挺为大局着想的。我是那干得差的。我这还行呢，最起码没扣钱。他更惨，他抽的负数，这几个月下来扣的都欠公司好几万了。上个班欠一屁股计划，再不走我他妈该贷款上班。离职啊？方便问一下盲盒金额上下限是多少？那上限就是基本工资3000，下限呢？没有下限，和我们老板的道德底线绑定在一起，领导富无穷，看我们老板心情。关键是他也没有底线呢，这是一次比一次扣的多，这捐款整的跟上班似的。那你这个盲盒金额是怎么设置的呢？就保证拿钱和扣钱的总数刚好为0，相当于员工给员工发工资。就因为他这一个工资盲盒，给我们整的是有上顿没下顿的，我们怎么生活？你老板新加的年终奖盲盒，快来抽！我不抽，你不抽我听。
啊，付我钱，一会儿来交钱。你们别没点数啊，老板到时候也抽，一视同仁，非常公平。工资这啥玩意儿？你这个好啊，你凑5个来找我兑换1个月工资。20万，老板好手气。是不错呀，可是这钱谁来给我呢？我在下个月盲盒里放个负20万，谁抽中了你去收他的房子。下班了，跟同事们出来看看电影，电影还没开始呢，他一串响屁崩出来了。我说小涛，你憋着点，我们是来看电影来的，不是来受你气来了。那电影院又不是他家的，我都放个屁咋的了？他还当着全电影院的面把我揪起来，说是我放的，那还把我撵出来了，那我不要面子吗？我们当时就坐他旁边，他屁声一响，整个电影院都齐刷刷往我们这边看。我们要不给他揪出来，别人以为是我们放的，咋整啊？电影院毕竟是公共场合，你应该忍耐一下。那我确实是很努力的在憋了，憋的反味都反我嘴里了，那还想怎么地？你再说，身为同事，遇到这种尴尬的局面，不帮我打掩护，还揭穿我，那是多没人情味啊！不是我们不帮他，他要是个一般的屁也就算了，他那里3层外3层的，还是个混响，噗噗噗的跟响尾蛇似的。光是坐他旁边，我们脸都红了。我坐他后面，假睫毛都给我崩下来了。方便问一下，你哪来那么多屁？我本来今天心情就不好，那电影剧情屁大点事儿耽误电影剧情，多犯不上了。刚才是不是就他搁电影院里放20多个屁啊？啊，咋的？你记那么清楚，你好这口啊？我觉得放屁确实是屁大点事儿，没必要这么计较，要不去跟同事道个歉吧。干啥？胖哥，你让我进去吧。那看电影少我也要不少，多我一个。就多了。你这是干嘛？我给他们打打气。我发奖金，同事们非让我请客，我说了不请不请，结果他们玩完我一结账，这奖金全打进去了。那同事们都说了给他庆祝，那我们付出时间和精力，他付出财力，这不很公平吗？是吧？公平啊！那他们给我庆祝都是给我发个位置呀，光给我发个消息说庆祝，还说氛围老好了，快来吧，就等你了。说完就关机联系不上了，这我还是自己打听着过来的。不能啊，我没给他发位置吗？哎呀，他忘了，你这啥技巧？不是发完消息咱们就是唱歌去了吗？听不着电话呀，我还纳闷我说这小子都快结束了，咋还没来呢？同事应该不是故意的。那怎么不是故意的？他们来的时候连保洁阿姨都叫上了，就把我忘了，都快结束了才联系我的。我一来一看，他们都喝得五迷三道的，就剩个服务员等我结账了。我这一首歌也没唱，这果盘也没吃上，说是给我庆祝，连把主角都忘了，我能不生气吗？方便问一下，你们是玩到哪一部想去看了？下半场吧。你听他放屁！我进去一看，那 KTV 大屏幕上都说播放就剩5分钟了，都出续费提示了，这是下半场吗？那就是拉我来结账了。我都说了，一开始我都不想去。既然不想去，后来怎么又去了呢？李闯说有大妹儿，我不管，他们必须把钱还给我。不是，我就寻思他怎么能光想那钱的事儿呢？我昨天为了给他庆祝，我狂喝，我是真心为他高兴啊，然后就行了，从老板那扣钱。你是张总朋友是吧？那是我老板。你老板上次消费完脱单了？我不认识。哎，别走！你别整啊，赖上你啊！公司说今天来山上团建，我怕他们这次又把我落下，我还特意提前顶着雪爬了一宿的山。那好不容易爬上来了，结果一个同事都没有，就我自己来的。说我们聚餐来了，陪客户来的，这胡了拉撒的，一脸丧气，让客户看到那不影响我们公司形象吗？就没商量告他，说调虎离山一下嘛。那也不能把我调雪山来呀，这多冷啊！这师傅大老远的上来一趟容易吗？这为了赶时间，我还特意走国道来的，为了不让我参加活动，他们都用上兵法了，这太气人了。狐狸同事事不好，那不是不想让他参加，主要是你说他平时邋里邋遢的，我们也都不待见他。你看他没来，我们这氛围多好。再说我们用这种委婉的方式告诉他，那不也是为了怕伤他自尊吗？咋的？把我扔下就不伤我自尊了？那我一下车还以为到了西伯利亚了呢。我还寻思这次团建还玩的挺野，那找半天一个人都没有，就剩我跟7匹狼了。这我哪是团建呀？这不狼人杀吗？我就在地图上随便指了个位置，那没寻思真去了呀？这不虎吗？反正你告诉他们，我这是回不去了，你赶紧让他们来接我。我们还得陪客户呢，他来了不影响客户心情吗？客户都说了，今天的公司比平时少了点会钱，是吧？你胡子这么长，看起来确实不太精神。那谁知道他们吃个饭还卡盐呀？再说我形象点差了，你看我这不像个体面的人吗？不像。他要是真想来，就先把胡子刮干净了。我一让他刮胡子，他不是嫌胡子长得又快又硬，剃刀剃不。偷着乐去吧。要我的吧？你们怎么都吃完了？你来晚了，给你打包了，拿。这啥？这不就是鱼骨头了吗？鱼骨头咋的？我们打车，我们先走了。拜，自己想办法。拜拜。还挺香。假如同事关系像夫妻，站着，过来了，干啥呢？我这摸了会鱼什么的玩去了。热。说好的一起摸鱼，是不是背着我找其他同事加班去了？我是不是说过不行的？那年底了，压力大，我滚，别解释。你看你怎么又生气了？上班起来。
唱歌就别闹了。谁闹了？别以为不知道你去找那个女同事加班了。哎，你是谁？就一普通同事，你别误会。普通同事啥？普通同事，你俩做了25年 PPT， 整25年，还是炫彩的。咱俩这么些年整过这么多花样吗？那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吗？你承认你和他整了是吧？小涛，你和他整了是吧？你背着我和别人加班，你还有脸了是吧？我饭都做好了，游戏都打开了，我在这等了你1个晚上，等你回来一起打游戏。那其他女同事做 PPT。记住你的样子，相遇记住谁的拥抱，相拥在天空。又吵架了。他就是个混蛋。同事之间吵个架很正常，一日同事百日恩，百日同事似海深呐。是，正所谓天上下雨地上流，好同事打架不记仇嘛。再给他点时间好好说说，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男孩子嘛，就得多哄哄。同事们的项目快收尾了，突然跟我说要把我名加上，我一开始还挺高兴的，还谢谢他们。结果加进去才知道，这项目出问题了，他们拉我垫背来了。那都是一个组的，你不得团结吗？这种时候落谁也不好啊。我们项目交上去的时候，还特意把他名写第1个了，是吧？就是我们多有诚意啊！第1个名字功劳最大了。说的就是。哎，老板，对，小道说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对，那都把我名写第1个了，那可不我一人当吗？哪有功劳啊？全是锅！你现在项目出问题了，老板第1个找的就是我一个字没参与，现在成主要负责人了，我都赔的钱也最多。下面开始9点10多。贷点款嘛，还都赔不上了。先别生气，同事应该不是故意的。你说的行就，你这不把你名写上？滚！那我们业绩好的时候不也没少贷吗？你这怎么的？现在有福同享，有难想逃啊！再说了，危机时刻拉他进来，不也是相信他的能力吗？相信他能救活项目吗？不是，主要是老板相信他有搞黄项目的能力，适合背锅。啥？没事。那咋的？得把我拉进去背锅就专业对口了呗？老板现在都不罚他们了，把责任全怪我身上了。他们就是因为工作效率太低，项目才出的问题，凭什么赖我？不是他也好意思说这话呀？要不是他动真大度，但是逃避责任就不对了，必须重罚。那你把我招进来，你就没责任，后老悔了。公司组织年会，同事喝多了让我送他们回家，我说我是新车，我不送，那他们非往我车上钻，结果他们全吐我车上了。我们喝多了呀，这喝醉了有些事你控制不了，那有啥办法呀？你也不是故意的。同事应该也不是故意的。那怎么不是故意的？我说我是新车，你们控制着点儿。那李闯一听，把酸水都吐出来了，那我不心疼吗？喝成这个逼样，自己打个车行了，非坐我车干嘛？吐人家车上确实不好。那我们也不想啊，主要是你说年会那么多人，你就觉得吐在那么公共场合，那多失礼呀。那咋的？吐我车上就有礼貌了？我看他们一上车，腮帮子就鼓起来了。我一启动，他们4个一起发力，全发泄我车上了。那菜系老全了，说猪肉炖粉条子，柿子疙瘩汤。那李闯还吐了个完整的饺子出来，你给我弄的车顶棚这仪表盘到处都是。同事确实挺过分的。那也不能怪我们啊。我当时坐副驾的，他看我要吐，他就拿手堵了我嘴不让我吐，差点没给我呛死，我还没说啥。我再不给他嘴堵上，就把我车都快淹了。那李闯嘴吐的跟喷泉似的，好不容易给他嘴堵上，又从鼻子眼里往外冒，我就不该让他们上我车。同事如果不同意，还是不应该勉强的。他同意了，人老板当时问了，说谁愿意送喝醉的同事回家？我记得他不举手了吗？我们当时还寻思这么热心，那怎么还出尔反尔了呢？那老板问的时候，都指的是女同事，我才举的手。那结果这群男的站起来朝我走过来了，就告诉老板，老板，我昨天举手是想送女同事，不是男同事。我知道啊，女同事我送了，这位男同事故意交给你的。你是真贱。说你最近抑郁了。啊，公司自费安排员工体检嘛，小涛一听来精神了，不用花钱吗？蹦跶跑医院去了，最后1分钱没花，查出来26个病。我以为凭我的身体素质，最多就是个痔疮啥的，没想到来了个豪华套餐，我挺难以接受的。那你怎么不回家养病呢？就在我啥都不是的时候，是老板发掘了我，我想用我人生最后的余光，继续为公司发光发热，燃点我最后的灯火，为公司做最后的贡献。你还挺真诚的。不忘初心。听了放屁吧，他嘎公司了算公司的包工商，虽然平时我们也不咋待见他，但是你说你看他那样的吧，这一走我们也确实有点舍不得。我们现在做的也就是尽量对他好点。什么是挺离谱的。这群同事虽然平常对我不怎么样，但到了最后时刻还是患难见真情。你早点这么对我，也不至于惹一身病。劲儿有点大了，你穴位不对，你按风池穴。你这是照顾他们，都这样。谢谢，挺感动的。下辈子还想跟你当同事。倒也不必。
你说看他那样吧，同事们现在都开始自发的照顾小涛去了，就希望他临走的时候能记着点同事们的好，想吃点啥吃点啥，想喝点啥喝点啥的。爽。闯哥，小涛说他饿了，你去给他喂饭吧。我喂饭行，但孩子得随我听，我不能没有后。你不晚。作为老板，你怎么看？小涛也算是要资历有资历、要能力有资历的老员工了。这一想到他要走了，虽然有点舍不得，但还是要积极的面对生活嘛。伟大的诗人泰戈尔。老板，那个小涛病历拿错了，他拿的是你病历。哎，老板，面对。外边下雪了，公司组织打雪仗，再给我同事们雪球全朝我一个人扔，你给我砸的青一块死一块的，这太欺负人了。那打雪仗嘛，活动活动养养身体，那被扔俩雪球都正常啊，怎么那么娇气呢？再说同事们都拿雪球打的，这不说明同事们都喜欢他吗？高人气吗？不知道。你这别高人气了，快给我砸断气了！老板一喊开始，那些同事跟农奴开了意似的，那雪球都跟下雨似的朝我头飞过来，给我砸一头包，你现在还疼呢。这么夸张？我以为是两个阵营公平对决，你没想到我自己1v30，不跟他们玩了。那我们也没规定必须打谁呀，他平时跟同事们关系就不好，招人恨。那曹操扔雪头都是同事们自发的呀，都不约而同打小涛。毕竟都是出来打雪仗，最好还开开心心的。那我一上学跟上了前线似的，枪林弹雨的，我怎么开心？我都跑了，说不玩了，那结果他们还在背后追击我，他还往我衣服里灌血，这不趁机报复吗？那就是个打雪仗，你咋能说那么严重呢？咋的玩不起了？那也不能往雪球里包东西啊，那有包石头的，还有包铅球的，还有包飞镖的，你就这么恨我吗？你看你这干什么？这确实挺过分的。那还有往里边包摔炮的，说有打击感，都爆破鬼才啊！打个雪仗，雪球都覆膜了，谁跟他们玩啊？那矿雪球太单调了，往里面加点东西嘛，多有创意啊！这是我们北方这边打雪仗不一直都这样吗？那怎么还不玩不起了呢？可以看一下你们的雪球吗？我放了点喜庆的，手捧雷吗？雷管啊！啊，打击感。公司让他招待客户吃饭，他钱没带够，自己跑回来了，把客户压那儿了。那客户点菜太多，超预算了。公司预算就给这么俩逼嘚儿。我一看那菜单都1米多长，我没钱结账，我不跑还等什么？他跑了，客户咋整啊？再说你听说过请客户吃饭还逃单的吗？没有。你这说的就是嘛？你这种关键时刻，你就是处于贷款，你不得垫上吗？那客户是公司的客户，那钱可是我的钱呀。那万一我垫上了，到时候公司不认账，算谁的？那公司你得分明啊。你再说，你看我这样的像有钱人吗？那你跑了，客户后来没找你吗？找不着，我出门就得给他拉黑了。是，出门就给人拉黑了吗？临走的时候还指着客户告服务员他结账，那客户正吃着呢，保安都给他围。什么客户电话都打我这的。哎，王总，你那哥们走了，我咋整啊？店员不让我走，问我现金还刷卡。要我寻思你先刷会儿碗呢，我寻思。你看这几百万客户，他就这么霍霍，你这以后我们还咋合作呀？毕竟是几百万的大客户，你多少还是要忍一下的。我不这么认为。那客户觉得自己掏了几百万，到我手里贴成就几百块，全是中间商赚差价。我这几百块的收益，面对几百万的脾气，那这钱没多少，罪全让我受了，那我心里能愿意吗？那客户的命也是命啊！你说你这么整，以后公司怎么办？你这费那么多话，你这客户的命在我眼里就值500块钱，我攒点钱不容易，凭什么给他花？你就说不怪我平时说你就爱冲动消费，你肯定攒不下钱啊！一天到晚就买。不过最近同事出入闲置赚钱，倒是给了我一些启发。什么启发？小涛在公司就非常的闲置，我准备把他挂到闲鱼上卖了。别呀，老板。你们怎么在室外办公？这不年底了吗？老板嫌我们工作效率低，问我们有什么解决办法。小涛站起来了，就建议我们上室外办公。这老板一听，不就把我们赶出来了吗？我认为效率低，就是因为公司太温暖、太舒适了。我建议来室外办公，完成工作才能回去。那大家为了早点回屋，效率自然就提上去了。你是不是觉得你挺有想法？那狼性文化嘛，就得让大家有这个冲劲儿。这季节就是养猪，也该进大棚了吧？这外面零下20多度，同事们手都冻僵了，还咋工作呀？同事们都挺冷的。那强者从不抱怨大环境，都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享受的。能感觉到冷，说明工作还不够投入，不够专心。真正燃烧自己的人根本不会冷。那你燃烧了吗？我挺寒，烧不起来。还燃烧呢？同事们这冷的都快发烧了，一天下来上医院好几个了，这是把我们当人了吗？你这样做确实挺不好的。我认为很合理啊！你看，越到年底工作越多，天也越冷。那天越冷，同事们不想冻着，就干得越快，效率自然就提高了。你看他们一边搓手一边争先恐后的敲键盘，效率多高！你干啥去？我想回去上厕所。别憋着，不利于提高斗志的事不推荐干。他确实挺过分的，看来只有快点干才能回去了。我们都好几天没休息了。我给他们泼点凉水，清静清静。作为老板，你怎么看？小涛的方式未免有些极端，老是在外面对同事身体也不好，要不还让他们回屋工作吧？回来行，但是效率还得提高。你打算怎么办？把空调开制冷，模拟室外环境。
公司组织来 KTV，同事欺负我，不让我唱，还把我撵下来了。我们正唱着呢，他带着麦克风上厕所拉屎去了，给我们直播上了，那声连汤带水的，时不时的还得来段7号音。我们这么多女同事，他不尴尬吗？那我肚子不舒服呀，那谁还没个憋不住的时候？他们怎么那么矫情？就不能假装听不见，给我点面子吗？我们怎么假装？那歌刚上到副歌，他决定搁厕所来了段 B-box， 那声大的整个歌厅都不唱了，都过来上我们这屋围观来了，以为我们这屋来了个 rapper。那确实挺过分的。他来之前告诉我他是麦霸，没想到是厕所限定的。你确实不应该带着麦上厕所的。那也没人提醒我呀，我这顺手就带厕所来了。再说声音能有多大？我都收敛着来的，他们就是太夸张了。还不大呢，他拉出那声麦都炸了，那不肛门都赶上散弹枪了。所以这就是你们把他撵出去的原因吗？这还行呢，主要是他窜稀了，还喷到麦上去了。完事还怕我们知道，一声不吭的回来拿给我们继续用，我们都轮着用了好几圈，后来才知道的。我这嘴都洗了好几遍了，现在还有味儿呢。我闻着了。这种情况你应该告知同事的。我暗示过他们了，我说我刚才喷麦了，你们注意点。他们听不懂话，费用，我有什么办法？这种事情，但凡长点心也不会发生。航班到我了吧？我完事儿去。还挺香。现在老管我们借钱，现在全公司都是他的债主，我们上个班挣的都不够他借的。这么做就没考虑过同事们的感受吗？我挺为他们考虑的了，为了不给同事的生活造成压力，我都借50以内的，要控制在他们不好意思拒绝又不值得打欠条的范围内。你就借50够用吗？薄利多销啊！不是，我就寻思他咋能那么不要脸呢？全公司都让他借遍了，尤其是一到疯狂星期四的时候，逮谁让谁围他50。这同事们现在对他都有养育之恩了。不至于这么夸张吧？咋不至于？你说他平时管我们借钱也就算了，我们公司前2天刚招的保洁阿姨，人阿姨50多岁了，那舔个脸管人借钱，让阿姨不借，小高还上手要掏人兜。这不今天给阿姨吓得请假都没来吗？你欠同事们那么多钱，不会有负债累累的感觉吗？那你就是死脑筋。那我借少了是负债，我借多了就成股东了呀。现在同事们都不敢亏待我，生怕哪天我离职了。我觉得你应该先把同事的钱还上。我没说不还呀，我采用了循环经济的还钱方法，你借第2个的还第1个的，借第3个的还第2个的，再借第1个的还最后1个的，首尾相接，借钱和还钱就循环利用起来了。那你这是在？记账了吗？是准备还钱了吗？没有，我就看看哪个同事还没借过。我看你这么关心这事，你还为我50，我还上。我想把你嘴封上。看见没？就这样式的。他要是再不还我们钱，我们就打算用武力解决了。创哥，马上星期4了，你喂我50，我点肯德基吃。喂你妈也没有。不喂是吧？是给你们惯的，你们等着。你这是？他们外卖到了，不叫我钱，我把他们外卖收起来。50，别少了啊！下一位，50，快来。你长得丑，你喂我俩50。作为老板，你怎么看？小涛的行为确实给同事们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是面对这种无理要求，我们应该大胆说不。老板，借我点钱吧。不，你已经执照在我这。300吧，50够吗？你够，下回痛快点。昨晚让他去签客户，他把客户送对手公司去了。客户让我给他一个全行业最低价，我就给他推荐对面公司。老板说了要满足客户的一切要求嘛，那客户想要个最低价，我就给他了，只不过不是我们公司的。我觉得客户的意思可能是想要砍价。那他不早说。我们为了这客户，我们是又陪酒又熬夜的，眼瞅着客户要跟我们签合同了，他把我们老底掀了，这不胳膊肘往外拐吗？那也不能赖我呀，我们公司价格确实高啊，那你不说实话，那不是撒谎吗？人无信不立，他们不知道吗？可是你这样对同事也不好啊。那你打铁还需自身硬啊，自己什么东西什么逼样，自己心里没数吗？最气人的是，人家客户还给过我们机会了，特地问了下我们价格高是不是因为质量好。他跟个低能儿似的，一个双手否定，直接把我们公司前途给葬送了。那我们公司确实价格高，质量还不行啊。那我这个人就这样，1是1，2是2，指鹿为马的事儿我都干不出来。这同事们对你意见不小啊。这横眉冷对千夫指嘛，我觉得做人就应该有正气，骗人是不对的。我觉得我做的没错。感觉你还是挺正直的，那要不你回公司跟同事道个歉吧？不了吧，我怕他们揍我。现在整个行业都没有找我们的客户了，公司还怎么挣钱？我们饭都吃不下了，就他跟个没事人似的，捧着个手机舔个大脸搁那玩游戏呢，这真不要损失。哎，王总。哎，张总。那个，你看什么时候让小涛去你公司深造一下呀？别玩，你自己留着吧。咋手里？我让他负责下班锁门，我们加着班呢，他走的时候连声也不吱，把我们锁屋里头了。公司晚上断电，黑灯瞎火的把我们锁着冻了一宿。那我到点下班了，他们加班我又不加，下班了我不走，我还等什么？再说老板交代了要锁门，丢了东西算谁的？你是怎么界定锁门时间的？以我为准，我就下班了就锁。
他是公司第一个下班的，踩着点就下，整个公司除了他全锁里边了吗？再说他锁门的时候就不能看看还有没有同事吗？那空调一断电，这屋里都快闷零下了，都给我们冻成冰雕了。唱歌好像感冒了。发烧吗？那给我捂捂手来。走的时候就没问问同事吗？问了，我问他们几点走，他们说7点。我说行，我7点再来。那我也没说早上7点呢，本来寻加会儿班，他直接给我们干通宵了。那你就没试过打电话叫他吗？打了20多个，我没接，我以为工作上的事呢。我这人就是工作和生活分得比较开，那下了班就不爱接同事电话。那你有没有想过打这么多肯定是有急事儿？急事儿？那我更不接了。主要是我们男同事还行，那女同事咋办呢？这黑灯瞎火多不方便呢。对呀。那黑灯瞎火的哪不方便了？那他们就偷着乐去吧。这么多女同事家都不回，男朋友都不陪了，那就在公司陪着你通宵，你这多快乐呀！可能始终不是你的，是别人女朋友。别人的那更快乐了。他还挺乐观，我们现在不想跟他开这种。我下班开出租车搞副业，想挣点外快。那同事知道了，非让我送他们回家，我都忙活一宿，1分钱没挣，还打好几箱油进去，我觉得太不是人了。他都是同事回家蹭车，那多常见个事儿啊！他心眼咋那么小呢？一点格局都没有。顺路送一下也没什么，也不要太计较。我怎么不计较？那群狗东西住的一个比一个远，那给人的定位我本市的地图上都搜不着，离闯住的都快出省了。他们确实挺过分的，方便问一下有多少同事蹭你车吗？30多个，一趟车拉不下，在公司等着我回来，那排着队等着我回来送，这等得急了还打电话催我，这一点脸也不要了。那我们人多不也是想给他照顾生意吗？确实没有你们这么照顾生意的。那我都多仁义了，我还是特意现从平台上下的单，下了单才坐的他的车，那多少也是帮他开单了。还是你比较讲究。他讲究。哎呀，他下单了没结账，还反手给了个差评，反扣我200多，说这司机颜值不符合预期，引起不适。他开车确实挺不容易的，我觉得你们当时多少该表示表示。表示了，他当时问我们说我们谁能帮他加个油，我们不都抢着帮他了吗？他们真的给你加油了吗？你加了一路，嗓子都喊哑了。那喊着加油，看我去加油站付了钱，我这副业开工第1天就负债了，我能不生气吗？他还不乐意了，这年底了，这公司这么忙，他这时候干副业，那工作不都匀我们身上了吗？我们多帮他干个活，他送我们回家。这客户谈一半，我肚子疼，上了个厕所，我让他来帮我看着点。结果我上完厕所出来一看，他跟人客户合同都签完了，奖金嘛成他的了。那都是为了公司赚钱，谁钱不是钱呀？因为他一跑屎，客户跑了算谁的？你怎么格局那么小呢？那为什么让他来帮你照顾客户呢？他在公司资历最老，能力最小。我寻思这客户咋的，他也不能跟个废物签合同吧？那客户怎么会选择他呢？我脸皮厚啊！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印名都准备好了，这合同都是现抄他的。按手续的时候，那客户还犹犹豫豫的说这样不好，那还是我把着他的手按下去了。那你脸皮确实挺厚的。谢谢，我只是善于抓住机会。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弱肉强食。机会摆在你面前，你去拉屎，你不傻逼，我是干不出这样的事儿。我憋裤兜子里也得千万再拉。他这么跟你说的？我还纳闷呢，我上厕所的时候，他给我发消息跟我说让我慢慢整，别着急，说慢工出细活嘛。没想到他给我整上活了，把我客户整他那儿去了，我他妈真后悔我。你今天必须陪我客户，要不别怪我不顾同事情分。给你机会不中用来谁？抢客户确实不应该，咱看。知道了。我一直以为你是废物，没想到你还是个阴险的废物。你自己拉痛快就得了，别在这儿给我找不痛快。我断你臭头呀！作为老板你怎么看？小曹也算是一条要资历有资历、要能力有自律的老员工了，非常明白职场只看结果不看过程，离闯应该吸取教训，多长个心眼儿。怎么说？傻人有傻福，啥没有。说你骚扰公司女同事了？那不叫骚扰，最多算打扰。这不嘛，公司新来2个女同事，那小涛按耐不住了，像哈我进茅房似的，两眼直放光，上赶着跟人搭讪，就这他俩都不爱搭理他。那以后都是同事了，你跟大家熟悉一下，人之常情啊。你怎么把我想那么龌龊？关键全办公室也没有一个不烦他的呀。那新同事见他都绕道走的，这心里就不明白吗？哥，我觉得他有点变态。是吧？新同事好像不是很喜欢你啊。没事，万事开头难嘛。他们骂我的时候，我全当他们在骂狗了，就熟了就好。说公司规定不让上厕所的。啊，那老板批评我们工作效率太低，我就跟老板提出了进出同步的建议，工作时间禁止上厕所。进出同步就是让我们上厕所的同时把饭吃了，一头进一头出吗？节省时间，提升效率吗？那他妈吃和拉能一块吗？那不串味吗？
上厕所用屁股就够了，那嘴不是还闲着吗？这个时间用来吃饭，不就可以双管齐下，留出更多的工作时间吗？你觉得这么做合适吗？反正老板听了挺高兴，他还采购了一批饭桌安在厕所里边，干净又卫生。现在工作时间不允许上厕所，必须得等到吃饭时间一起上，憋不住就罚钱，给我们整的现在不敢吃不敢喝的，吃喝不规律，最近胃都疼。你要知道，不是每个同事都能憋到中午饭点的。憋不住，你提前把饭点了呀，自行匹配进出同步时间。职场上混，你不得有点规划吗？他这么做对你影响很大吧？关键老板还支持呢，给我们整的现在一到中午饭点就换了。要不是厂子给我们备这药，我们这胃都坚持不下去啊！到饭点了，拿着饭去厕所进出同步。我是对你挺不满的。对我不满也不是一天两天，我不在意。这上厕所也不带着餐具，太粗糙了，我也得送。就因为他，我们现在吃饭都不规律，动不动就胃不舒服。不过好在我在公司备这个39胃泰牌养胃舒，不舒服的时候就来一顿。老板看我们不加班，说以后加班给加班费。他一听就赖公司不走了，他1个星期没回家了。我真怕他哪天凉办公室里。加班给钱啊！我认为赚加班费才是真正的多劳多得，那每个小时的收益都看得见，有这机会你得把握住。还加班费呢？加班加的人都快废了，上班都是他副业，加班成他主业了。这么夸张啊！他这个月工资翻了好几倍嘛，加班加的给老板都加急眼了，说他再加班就起诉他。我第一次知道劳动法原来是保护老板的。那你休息时间用来加班不困吗？困就上班睡呗，我上班的时间用来打盹摸鱼，充分休息，你为下班后的加班做准备，你这不就兼得了吗？上班时间到了，我要睡觉了，你等会儿再来。他上班摸鱼挣工资，下班加班拿加班费，这公司的制度真让他活透了。我认为这是一种资本回收，老板白天压榨我的价值，我晚上回收老板的资本，形成一种闭环。所以我白天就干8个小时，晚上必须再干8个小时，就补回我的损失。你好像挺有研究的，经验挺足。年纪大不是不创造价值的借口。你这么做是不是不太好？这虎毒还不食子呢，我拉我大爷过来能害他吗？那不就想让他多赚点吗？你今天咋没看着你大爷？新浪搭桥去了，你大晚回来。回来干啥呀？回来开会。那回不来呢？回不来开席呗。作为老板，你怎么看？爱加班是好事，只不过小刀的方式未免有些极端。他把加班费开发到了极致，这也带给了我不少启发。什么启发？创业这条路不适合我，我打算找个班上。公司出来团建，我们正玩的痛快呢。他带着个破电脑在老板面前装模作样出来工作，你这不恶心人吗？他们光知道玩，还不让我努力工作了。那身为一名员工，就该时刻为公司创造价值，团建也不例外。老板，你还有什么吩咐？你一直和老板通着电话。我汇报工作。为了舔老板脸都不要了，平时咋没见他正经干活呢？咋的一出来就装上了？刚才还发了个朋友圈，又是和废物同事们共事的一天。他们光玩不干活，还不让我好好干了。我就是需要一个安静的工作环境。喂，你都小点声，吵着我眼睛了。你这方案写不好，我告老板啊！你这脾气还不小。他同事们声都不敢出，跟生在拉家里了似的。现在都是打手语交流，你看。感觉你说话声音还挺大的。我不惯他，他愿高高的。你看，好好一会麻将玩成你比划我猜了。别好好的，你们玩可以，你别出声，别打扰我工作。打麻将不出声玩，哎呀！老板，你听见了吗？恶心，走了，不玩了，看电视。你这样做考虑过同事们的感受吗？那一起干活的才叫同事，他们不干活不配做。我嫌工资低，就想用离职炸一炸老板，没想到我刚一炸，老板直接就给我开了。我前脚刚走，这后脚新员工都到了，这太不干人事了。本来也不是人呐，这不新员工啊？那小刀搁公司一天恶贯满盈的，那老板寻思养他还不如养条狗呢。他能干活吗？你这话说的就像小涛能干似的。我干活是差点，但我能整活呀。那同事们总能加班干活，不多亏了我吗？那他们倒好，还在网上开个群聊派对的吐槽我。大家就想养个宠物，别多想。我咋不多想？他们给狗取名叫三兽，听着挺熟悉啊。这合起来念涛吗？那我们这不也是为了纪念他，才给那狗起名叫三兽的吗？这不合起来念涛吗？其实他刚走，我们就想他了。你说他这人走了，公儿变成狗了，还是有点不适应。你就当现原形了呗。胖哥，三兽又尿了。来了来。他们这么做有没有考虑我的感受？一日同事百日恩嘛。他们开心的太早了，我现在就回去。你不是被开除了吗？我预支了1年工资，暂时走不了。那他再说他们这么侮辱我，我得回去找回面子。癞蛤蟆不咬人，我膈应死他们。老板过生日，我买了条宠物鱼，准备给老板当礼物。结果今天上班我一看，我这鱼让同事给吃了。那我们也不知道是宠物啊，摆桌上我还以为是食材呢，我就给做了。反正手艺不错啊。他那嘴长得跟个鲶鱼似的，他还吃上鱼了。那谁家拿鱼缸放食材呀？他瞎吗？这鱼平时我养的可宝贝了，还特意给他找了个小伙伴，都有感情了。那他给我做成菜了，我说还怎么送给老板？我甚至还指望他呢，这不耽误我前程吗？
他平时在公司就爱舔老板的，尤其是到年底压力最大的时候。上次开会我看拿本记了半天，工作的事儿一句没记，全记着老板的喜好，多能舔，多他妈不要脸。毕竟是他的宠物，你们这么做不太好。那我们当时也问过他了，我记得他同意了呀。他给我打电话说我鱼在公司不老实，老蹦的，说帮我收拾收拾，我还谢谢他们，让他们轻点。结果他给我收拾到锅里去了，还是酸菜的，我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这太气人了。那他没理解明白，我们还以为他同意了呢，还说让我轻点，我都没敢使劲，鳞都没刮干净。再说不也不给他留了一碗吗？有啥可生气的？他生气其实也正常。谁家好人拿食材当宠物养啊？再说人家都养鲫鱼、观赏鱼啥的，就他上鱼市买了个3斤大鲤鱼回来，谁看谁不馋呢？为什么养鲤鱼当宠物呢？那老板喜欢鱼嘛，我这观赏鱼太贵了，我就去鱼市买来平替，这也是投其所好啊。那他们就是嫉妒。缸里放的是什么？鱼缸嘛，光一条鱼在里面太单调了，观赏性不够，我就买了点绿植。这不葱花香菜吗？这平替，你看着没？你说这能怪我们吗？他佐料自己。我早上点了个小笼包，我出去洗个手这功夫回来一看，就剩个皮儿了。你这馅儿我掏了呀，我点饭没点菜，就掏他几口馅儿吃。我还特地给他留了个皮儿，怕他生气上火。没想到他这么斤斤计较，还在公司大群里说有小偷要调监控，他没吃过饭呀。那他也不能全给我掏空了呀。我早上路过他饭桌，我还纳闷呢，我说这小子今天咋吃的肉丸子呢？还挺香。原来是么掏我，这底儿还没了。你为什么中午不点要蹭同事的呢？自己点那不得花钱吗？我以为跟他关系到位了，那吃点他不能说啥，没想到他心眼那么小，算我看错人了。关键这事儿他也不是头一回了，我们现在每次中午吃饭都得防着他，那外卖动不动他就得过来蹭一口，多下流啊！那他都说了不是头一回了，你就不能适应适应吗？我这外卖软件都卸载了，都蹭习惯了，他这突然不让蹭了，那不是道德出了问题吗？你帮人帮到底啊！那你就没考虑一下同事的感受吗？考虑了呀，我都定量取餐，每个人吃一点，大家都饿不着，不皆大欢喜吗？到饭点了，你先走吧，同事们的饭应该快到了。他蹭饭你们没试过拒绝他吗？拒绝不了啊，他脸老大了。吃啥呢？挺香啊，给我吃一口。闯哥，你点了啥？我没点。行，相信你一回。看见没？就他这样式的，我们有啥办？我肚子疼，在树根底下上大号，这同事手欠把野狗引过来了，那害得我拉一半让狗咬了。我们刚上山，野狗汪汪的冲着我们来了，那谁还能顾得上他呀？那不跑等着挨咬啊？那有危险往我这跑干什么？你就没想过我的安全问题吗？我这上一半正使劲呢，他们冲我跑过来了，我裤子都没来得及提，就让野狗包围了，就上来给我一顿掏。你也没啥事儿啊？咋没事啊？我腚上狗咬了，给我掏这么大一个破绽，这床得给我咬开线了。那我们也不是故意的，那我们都搁这喊了，我说狗来了，狗来了，都提醒他了，他不跑，他赖谁呀？我怎么跑？我大号上一半了，也撤回不了啊！那群狗同事带着野狗，在我最脆弱的时候攻击我，我有什么办法？不管怎么说，他也算帮了你们，还挺勇敢的。是，没有他，我们都得受伤。但是该说不说，那小涛就是见过大世面了，那野狗都给他围上了，就是不怕呀。那我们都跑了，那蹲那儿可能7天时间还继续搁那拉呢，跟野狗都对峙上了，眼神老坚定了，还透露着一丝凶狠。你不跑是为了帮助同事脱身吗？我帮他妈呀！我帮，我蹲的太久，腿麻了，要不然就他们就不一定跑我前头。至少同事挺感激你的。你感激我屁用！那狗咬我的时候，我手机在兜里帮我挡了一下，给我咬裂味了，我怎么用？我这个怎么在厕所办公？我升职了呀！他在公司好几年了，一直没升职嘛，天天缠着老板给他个管理岗位，还得带独立办公室的。这不老板没招了吗？给他安排厕所去了，不愿意尝了。为什么选择在厕所办公呢？因为离老板近啊。我问老板能不能给我一间离他近的办公室，方便随时汇报。他说没有，我就搬他隔壁厕所来了。听见没？多能舔呢！我第一次见公司专门设置个岗位，是为了给领导提供情绪价值的。你们为了升职嘛，脸都不要了。这么希望升职是为了涨工资吗？我从来不看工资条，只要能跟在老板身边，每天什么都不干，就观察他怎么上厕所，听他怎么窜稀，都是件很辛苦的事儿。老板，你听到了吗？滚！他确实挺能舔的。那要不说人能升职呢？关键他现在真把那厕所当自己办公室了。我们现在上厕所还得让我们找领导，打审批走流程吗？这么夸张？你跟我去看看就知道了。我审批过了。你不准上。咋的？你拉他臭，去隔壁部门上。我去！我给你灌！隔壁部门是什么？女厕。李闯上次上厕所太粗鲁了，都呲我杯里了，我得剥夺他使用厕所的权利。我们现在上个厕所都费劲，他真把自己当厕所所长了，他恨不得吃喝拉撒全搁里面。看样子
子你还挺满意这个办公室的。也还行，就是经常反味儿，那空气不太清新，而且有的同事拉完还不冲，整个办公室里乌烟瘴气的，而且厕所口风大，那经常吹得我头疼，那都感冒发烧好几次了。还好有同事孝敬我的合济宫阿卡分散。这是我给自己留的 VIP 1号间，你近水楼台先得月呀，你这都职务之便，你不利用起来不浪费了？公司厕所本来就少，他还占了一个。你这样就不怕同事对你有看法吗？有呗，反正背后也没少说我，那说我办公室是众矢之的，我都不跟他们计较。喂，声音小点儿，有点燥死了。老板同意他这么做吗？刚开始还行，现在也受不了了。这么快？老板，你留下来吃点。吃你饭，自己吃吧。挺客气。公司最近翻新装修，小涛自告奋勇要当负责人，结果这小子直接给公司拆成毛坯房了。我们早上一来一看，公司没了。那老板说了要简单低调，要有家的温暖。那我寻思我家就挺温暖的，就照着我家装的。那真正实现把公司当家。那你家也不至于住毛坯吧？这还行啊，这我家连窗户都没有。我们早上来上班，要不是看见门口那个军工大旗那个横幅，我们还以为公司又让人偷了呢。再说你拆就拆，你好歹给厕所留下吧。那厕所这样子整的蹲着都没法蹲，我们怎么上厕所？这么夸张？你看看就知道了。这了，这是厕所，这快冬天了，我嫌马桶把屁股这都给拆了。你这怎么上？这扎着马步上来，这还是3连座的，你累了这还有支架，你套上就能用，就是得对，这都好料。这哎，王大爷整个豹纹的呢。那老板也不是没给你钱，你拆完你给装上了。那也不全赖我呀，老板一听说我有熟人，那预算给我缩了一半，我拆完一半都没钱装了，那电梯房顶还没拆呢。你们老板知道这事儿吗？说错了。老板，在哪儿？这是我们的 family。公司组织聚餐，说允许带家属。我们刚到饭店，小涛开着大巴车就来了，下了一车亲戚，饭店全都坐满了，把我们给撵出来了。都说了允许带家属，那也没规定人数啊。我家属多，我有什么办法？他那是多带一点吗？他把他9族都叫过来了，他那涛家军黑压压的赶上斧头帮了，男女老少都有，品类老全了。这哪是聚餐呢？你这不吃席来了吗？你带的人确实太多了。那我不是考虑的周全吗？那都是实在亲戚，那拉的谁也不好啊。那这还都是本地的，还有老多外地的，让我掏路费我就没叫。可能小涛就是太热情了点。你再热情，你不能啥人都叫啊！他那舅姥爷8多了，小涛硬是推轮椅给他推过来的。我还有个大爷连小涛叫啥名都不知道，稀里糊涂就来了。你来者不拒嘛，你知道吗？来就来呗。那我跟那大爷也是第一次见面。那不熟你怎么还叫他呢？那我看族谱上有他，就叫了。再说我也是为了公司着想啊，你这人多不热闹吗？他是热闹了，那吃饭的地方让那家属全霸占了，把我们同事给撵出来了，我们都要冻傻了，都要冻感冒了都。大家喝点999感冒灵吧。哎，热乎的。这还得是你来真机。你这感冒了关我屁事啊？他们就非得外边等着吗？你回家吃呗。干啥？啥时候轮到我们吃饭呢？我们快饿死个蛋的了。现在菜传到我爷爷那边了，你们等等。给个具体时间。就听你妈呀，就等着得了，这逼话真多。这么礼让他，你们还挺善良的。他把他9族摇过来，我们哪敢不善良啊？得老头，你也不能跟他动手啊。他们就是太矫情了，那少吃顿饭又不能怎么样。同事们都挺生气的，我觉得我还是道个歉吧。行啊，黄哥，我错了，我确实想的不够周到。你有脸说呀？就是参加你葬礼也来不了那么多亲戚呢，下次聚餐肯定是不能叫你。别呀，我建议下次团建咱们出省吃。为啥？我外地亲戚还没吃呢。我去出差谈客户，走的时候老板说了衣食住行费用可以报销，那我回来的时候老板不认账了，说让我自己掏。他是出差去了，也不是让他出工去了，给自己整身貂啊，回来穿着貂舔着脸找老板报销，那给老板气的都一脚给他炫出去了，那咋还有脸提这事儿呢？你不能报不早说呀！我这吊牌都摘了，那小票都带回来了，就告诉我不能报，那不骗人吗？看样子你这衣服不便宜啊！我都牌子，这个公司都说报销了，那我就放开花呗。这哪是放开花呀？那不往死里花吗？走一道买一道，跟他妈善财童子似的。那这路边野狗都吃上烤肠了。那走之前我就看到那浏览器顶记录第一条就是公司出差怎么往死里花，他这不是缺心眼吗？貂属于奢侈品，只是出差确实不该给你报。那我住宿的钱给我报了也行啊。是不是你选的宾馆太贵了？我没住宾馆。他下飞机第一件事就搁当地买了套房，还妈是期房，选了个地段好的，说有升值潜力。他这么虎啊！首付付完了，非得管人要发票，说回来报销，给人整懵了都。那宾馆谈合作多不安全呀！我觉得宾馆不能解决外地谈客户的问题，我这也是为了保护商业机密啊。再说结果是好的呀，那这客户不是谈成了吗？这不挺好吗？那多少应该报一些。
他谈的客户一共挣了3000，他那一身貂26000，那老板能乐意吗？那也是我辛苦谈下来的项目啊。为了这个项目，我天天熬夜加班，我不辛苦吗？公司去海边团建，我在车上睡着了，那同事们下车的时候没叫我，我一觉醒来同事没了。我们忘了，那我记得我下车的时候我还特意点了一遍名的呀。我这名单点名都挺全的，我不记得落下谁了呀。哎，闯哥，你这后边还有一个。哎呦，搁这儿。同事确实不是故意的。这怎么不是故意的？他写名单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闯哥，你把我写前面，别忘了。我看他写第一个，我才放心走的。没想到他把我写背面了，那太侮辱人了。他平时就不合群啊，为了孤立我们，自己坐最后一排吗？还睡着了，那没人提醒他，不也很正常吗？那参加活动，你这是自己睡着了，坐过烂，能赖谁呀？那小孩啊，关键这也不是头一回了，每次团建他们都把我落下，我这次还特意留了个心眼儿，我睡前定了个闹钟，那不知道谁手欠给我关上了，太欺负人了。我不知道啊，不知道谁关的。我关的，我看他睡挺香，怕影响他休息。同事也是为了你着想。我用他们为我着想了，我醒来一打听，这大巴车都出省了，我光补票就补了1000多块钱，要不是师傅好心把我叫醒，我俩都要出国了。同事被你们拉下，你们就没觉得少了点啥吗？少了点烦恼。那毕竟也是同一个公司的，你这团建这事儿少了谁他也不圆满的。再说你也看出来了，我们团建是少了他，我们玩也确实不尽兴。没看出来。这咋的？他们还玩上了？这群狗东西，难怪我平时看不上他们。你赶紧让他们来接我。公司今天发工资，我等1天了，都快下班了都没动静。我因为财务每个人都发了，说发到我这儿公司没钱了，那太欺负人了。他平时在公司就没啥贡献，净帮倒忙。他那拉他让一个客户谈不下来，我们挣的加起来都抵不上他亏损的。公司效益不好，就刚好发到他那没钱了，这实属正常。你怎么没钱了？我看老板还给同事额外发的奖金，这么大公司就差我这仨瓜俩枣的吗？你们想的什么办法呢？就想了，我找财务要钱，财务说公司资金不多，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什么意思？就说我是那个刀把，给我浪费钱。废物！你再说一遍。废物！他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公司了？他在我们公司有个外号，客户终结者嘛，见一个黄一个。公司这点客户全让他霍霍了。你不和客户搞好关系，你说他能受人待见吗？谁说关系不好？那每次见客户都挺关心我的。那结束的时候我说再见，他说再见你。那这都关心我家里人了，那关系能不好吗？他在我们公司就跟个卧底似的。我们老板尝试过很多次把他引进到对手公司，都失败了。为什么？人不要啊，跟我们老板说这玩意儿自己留着。公司没客户，挣不到钱也正常。那不发工资我吃什么？你谈不着客户也不能把我饿着啊！不就1200吗？除去抵给公司造成的损失，一共是-12万，你白干10年。能当我没来过吗？不能。公司最近要裁员，他天天晚上主动加班，还不要加班费，快他妈住公司了，给我们卷的下班谁也不敢先走。你下一步我准备睡在公司，这上下班路上的通勤时间太耽误工作了。你这么内卷，不怕同事们排挤你吗？这懒狗安知鸿鹄之志啊！那我来公司是来努力奋斗的，是给老板创造价值的，那不是像他们一样混吃等死的。关键他还不要钱呢。昨天咱还在公司大群里说，现在公司困难，自己这个月工资不要了，老板还给他点了个赞。不发工资我们怎么活？上班工作还不要钱，你是怎么想的？提前多数啊！如果就为了这点破事来上班，那我只能说明这种人的动机不纯，我唾弃他。他还唾弃上了？谁来上班不是为了赚钱的？现在就因为这么个玩意儿搁这内卷，我们大家都得陪他搁这通宵加班。我都半个月没回家了，我家就在街对面，我妈还以为我进传销了呢。那边加班你就不想回家吗？想回家简单呀，那把公司当家不就行了？天天都能待在家里。你下楼帮我拿个快递。你咋不自己拿？我不去，我练家。我去。他能把公司当家，那我们不行啊！天天这么熬，身体也遭不住。除夕还要放假，我第1年听到这么过分的要求，他们就是太贪心了。过年你就不想念亲人吗？老板就是我最大的亲人呀，能留在公司跟老板一起过年，想想我就兴奋。瞅你那样的。作为老板你怎么看？小桃确实非常内卷，但我非常支持这种做法，毕竟他再内卷，对我有什么损失呢？老板，我爱你。完了，冲我来了。熬夜加班赶的方案都快写完了，同事非要借来看看，结果我上个厕所的功夫，他直接发客户群里去了。老板以为他做的，那把奖金全分给他们了。他方案确实不错，那我看他忙啊，没有时间，我就顺手给他发群里了嘛。就是没想到老板误会了。我用他帮我了，我写了好几个月，都快给我累吐血了。我差他鼠标点那一下了，像个狗似的。毕竟是别人方案，你们参与时瓜分功劳确实不好。那我们都是一个组的，计较啥呀？再说那方案我也不是原封不动就发群里的，我也是做了一些改动的呀。什么改动？就是把我名删了，整个方案就改了我的名，其他的标点符号都没动，
这太欺负人了，他这不强盗吗？那我也没说是我做的方案呐。你再说我刚发群里啥也没说呢，老板就开始夸我了。那我要再说别的，那老板不是驳老板面子吗？闯哥，晚上聚餐去吗？不去，没钱。小涛奖金到账了。那我去，能再加说。同事应该不是故意的，你也不要太生气了。他就是故意的。老板在群里问是不是李闯做的，那李闯发了个表情，那呲牙黄豆。同事们约好一起离职，结果到日子了，就我自己给老板提了，他们啥事没有，我被老板开除了。那我们后悔了呀。之前是觉得公司氛围不好，上班太晦气。就是他走了之后，我们发现没有这种感觉了。你看同事们今天多开心，那还离啥职？他们是嫌上班晦气，还是嫌我晦气？我看他们就是合起伙来算计我，想让我离开公司。不能，同事这么些年了，小道这一走吧，我们心里也挺不得劲儿的，空落落的。我看你挺开心的啊？没有啊。老板说请大家喝奶茶，闯哥你来一杯不？我不来，我糖不耐受。老板说让小涛工资抢。你给我来一杯，我全拿。同事还是舍不得你的，你也不要太难过。我怎么不难过？我提完离职一出来，他们东西都给我收拾好了。我走的时候都夹道欢送，那老板握着我的手给我送到楼下了才松开，那气氛好的跟过年似的。就我被踢出来了。老板怎么看小涛离职的事儿？笑着看呗。今天早我一看，那嘴都没合上，晚上还说要搞个庆祝宴庆祝一下子，票都买好了，庆祝公司一片前途光明吗？那我说怎么老板的头像都换了呢？换成什么加油喜事？我还寻思什么喜事呢？我还恭喜他，原来是庆祝我走了，太气人了。这么说会不会太过分了？那我们心情确实好多了呀。老板说了，小涛走了，他工资全分我们头上了。最近公司的福利待遇还直线上升，连除夕都准备放假了。要我说小山谋仇，狗不嫌家贫。我这次回来说什么也不走了。你不走是不是？不走。李爽，哎，收拾东西，公司搬家。公司中午着火了，我午休睡着了，那同事都下来了没叫我，我睡一觉差点给我火化了，这太气人了。当时都啥情况了，谁还能顾得上他呀？当时着火了，情况确实紧急，确实来不及救他呀。大家都觉得危险，就赶紧下来了。同事可能是没来得及。什么来不及？我看他们手机、电脑那值钱的东西都拿下去了，可全乎了。老板的盆栽都端上了，那有这时间喊我一声不行吗？我这么一条鲜活的生命，还不如他们东西值钱吗？你说的也是，人家东西没了可以再买，那小涛要是没了，反早就没了。那后来我们下来确实发现把小涛落上面了，那大家确实挺担心的，那心情确实是火急火燎的，是吧？他们有没有火急火燎我不知道，我头发给我燎了，我现在后脑勺都漏风。练的啥功夫，哥们儿整成这样？火断，着火声挺大的，你就什么都没听到吗？那我醒来一看，不知道谁把耳塞给我塞上了，我睡得可死了，什么都听不着。这不就是不想让我听见着火了，故意害我吗？我不知道这事儿啊，不是我塞的。我塞的。我们说的坏话怕吹着给堵上了，后来着火了就忘了这事。那你们就没发现少人吗？发现了，就发现少人了，就没想起来少是谁呀？那就没想过上去救一下吗？你上去了，中间顶着火又回来一趟，拿了把椅子又下去了，顺便就着火还点了根烟。我口鼻才跑下来的，你们都见不着我了。咱那层哪还有水？有水没有？小便。难怪说话一股骚味儿。夏天体寒吹暖风，冬天体热吹冷风。我寻思秋天了能消停消停了吧？他冷热一起来了，一冷一热就给同事全把感冒了。那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啊。我夏天体热，冬天体寒，秋天昼夜温差大是我的过渡期，冷热交替不太规律，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那我根据自身情况调节一下，怎么了？我们现在上班都得带2件衣，带个短袖，带个棉袄，这屋里快40度了。咋样？有一种放在冰箱放在火上烤的感觉。看着，谁能想到临近冬天了还有人中暑？现在屋里开始热。我体热时间到了，我吹冷风。这是开多少度啊？你看你都怎么告诉一声了？真的越来越不规律了啊！同事们跟你一起办公挺遭罪的。那我身上一冷一热也不好受啊，我体质特殊，他们就不能照顾照顾。你就不怕得罪同事吗？得罪了又怎么样？同事而已，又不是对象，那还能离咋的？你体热体寒有没有什么规律让同事适应一下？有啊，那我根据1年24节气，把我的体质分成了48种情况，都记在本上了。他们不爱背赖谁？他那体质感天外来物了，谁能研究明白呀？我们都连续感冒1个多月了，一个办公室体验2种生态，你这么不祸害人吗？你干啥呀？开热风，我体寒时间到了。哎呦我真服了你了，过来吧。又干啥？热乎劲儿过去了，那还是回去冷。你自己待着吧，走不能上会议室走。你们怎么在楼下办公了？老板让他采购下午茶，他买的鲱鱼罐头和臭豆腐。好好的办公室现在有厕所味儿，把我们恶心出来了。那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啊，这就是我最喜欢的下午茶。他们不爱吃拉倒，我自己享用。为什么不选大家都爱吃的呢？那众口难调啊，
你选啥都有不满意的，还不如选我喜欢的。再说了，他们就不能将就将就吗？我费心费力的去买，他们还挑上了。我们怎么将就啊？那办公室让他兄弟现在都不敢进人，就他自己吃的香。你等下午你去看看就知道了。你这是？这是吃剩的鲱鱼罐头，你不能浪费。我准备灌到公司大桶水里，慢慢接着喝。啊？这鲱鱼汤十分的鲜美，你要不要尝一口？不了吧。你客气啥呀？所以说不是我们不想上去办公，那办公室住了个生化魔人，我们怎么进办公啊？你这个味道确实挺大的。那是他们不会搭配，我这臭豆腐鲱鱼堡吃起来就挺香。臭豆腐鲱鱼堡啊，2片臭豆腐，中间加片鲱鱼，再淋上鲜美的汤汁儿。你尝一口。朝你那甩我身上了。小偷采购下午茶夹带私货确实不对，不过想用下午茶是他的自由。我已经自掏腰包给每人准备了空气清新剂。喷办公室里，喷他饭里。老板批评我们不加班，让我们把公司当家。小涛第二天早上一来，把公司电脑和家电全卖了，我们一来就剩个办公桌了。那老板都让我把公司当家了，我卖一些家里的家具，怎么了？可是这样公司什么都没有了。那我家徒四壁，关他什么事？我家的东西他别过问，管那么宽。关键我们现在都没法办公了，没事干呢，上个班只能就是打打牌、玩游戏啥的。着急，42，脑瓜子萌萌的吧？可是我看同事们挺开心的。这不过这样的也不好，这样式儿的，这工资拿的心里也不安呢。家电别动，我留着有用。其他东西装到货车上，你走后门啊。你这是？我联系了二手市场，看看有什么能卖的。你家里东西太多了，看着乱。老板知道这事儿吗？知道啊，小涛早上来把门锁了，给老板锁外面，不让老板进来。我这早上一看，老板给我打了100多个未接来电，我没人敢接呀。你怎么能把老板关外面呢？那现在公司都是我家了，那我不让他进我家，那不很正常吗？我们现户主都搬进来了，他原租户这串什么门？老板当时一说让我们把公司当家，小涛老兴奋了，我就寻思他最多能薅点公司羊毛啥的，没想到这个羊卖了，羊圈都拆了。小涛这么做，你们应该挺开心的吧？还行吧，就是公司的旧空调、微波炉、饮水机啥的给搬走了，我们现在上班都没吃没喝的，这挺不方便的。我没全卖啊，这铁疙瘩我看着挺沉的，卖铁了，卖了108毛2。那我保险贵。同事落水了，我好心给他人工呼吸，他醒过来就要揍我。他那不是人工呼吸，是人造泔水。他捏着我的嘴，刚张口就吐了，什么西红柿鸡蛋汤啊、青椒肉丝，还有份威化汤韭菜馅饺子，全灌我嘴里了，菜系老全了。这么夸张啊！我以为自己是溺水，没想到溺的是泔水。我起来就给他一个大嘴巴子。为什么选择用人工呼吸来救同事呢？那我救人心切啊！我一看到同事溺水了，顾不了那么多了，就是一想到是个男的，就没忍住吐了。那要是女生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吗？女生长他那样也吐。我当时正从昏迷状态醒来，一睁眼他的嘴跟撅的跟马桶揣着似的，还哐哐往外倒粪，给我吓得瞳孔都放大了。早知道是他救的我，都宁可死水里边。那我还膈应呢，第一次跟男的嘴对嘴，那我也不好受啊。那他嘴角向下，我嘴型对不上，为了给他做人工呼吸，我还特意把他倒过来。我救了他，他不感谢我，还埋汰我，太不是好人心了。他人工呼吸是为了救你，不要太生气。他会个屁的人工呼吸呀！那光呼不吸，一直搁这吹气儿，差点没给我腮帮子给我鼓炸了，那血压都给我吹升高了。我要是再不醒了，都给我冲上气儿了。那我心上也可大了，那我长这么大就没亲过人类，那还是男的。那现在那帮男同事离我越来越远了，这背地里就叫我嫂子。他跟老板的妹妹处对象了，从公司关系户了，关注教主了。我们现在都不爱搭理他，他现在看着谁都想管管。那保洁阿姨路过他得训两句。那我升职了呀，成为老板嫡系血脉了，就应该尽到我们领导层的责任。对，你看领导为什么不叫？那确实挺飘的。人升职了吗？身份不一样了，现在处处挑我毛病。那谁让人是关系户呢？那身为公司的领导，我就得给他们提点建议，找点事儿干呀。那领导不都这么当的吗？能说具体点吗？做完了？快了。咱俩重做，我不满意。他确实挺过分的，所以你们不反抗是怕得罪他吗？不是怕他，是怕他对象。他对象练散打的，一嘴巴就能给小涛一包哈打前肺了。那单手拎着小涛都能给捂起来。那小涛搁他旁边一站，跟个手办似的。这么夸张？啊，那上回有2个同事走路没给他让道吗？抓了那俩人，一人一个抢手猎炉，直接进医院了，现在还躺着呢。就是迫于这个武力和权力的压迫下，我们也只能屈服。我不准他们诋毁我达令，因为他们就是嫉妒。他学散打的武力值高点怎么了？我们是真心相爱的。你女朋友也喜欢你吗？那就当然了。达令，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滚犊子！那有什么资格鄙视我？我达令比较暴躁，跟他处对象，一般人根本没这个胆量。这叫人前显贵，背后受罪，这就是魄力。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我去找达令。
老板，我又被打了。我妹这个人比较暴躁，我已经劝过她了。老板，还是你厉害。但是她不听劝。就公司来商量团建，走的时候同事的狗丢了，我下来帮忙找狗，那找半天回来一看，把车开走了，把我扔下了。那我们找着狗了，那为什么还要做过多停留呢？那还不赶紧走？那这不浪费时间吗？那你找着狗了，就不能回来找着我吗？你就把狗带回去了，把我落下了，那我这还不如条狗重要吗？我都老员工了，这我多没面子，你这太侮辱人了。那平时跟同事们关系就不好啊，存在感还低，那没人记得能赖谁呀？再说我当时出发之前，我还特意确认了一遍，我看每个座位都坐满了，我寻思人齐了，那咱就走呗。我还纳闷，我说怎么一下车，小涛那位置变成狗了呢？我还寻思现原形了呢。你在公司的存在感好像确实挺低的，发现同事不见的时候就没打电话吗？就打了，那全都不接，那最后李闯接了，一听是我的声，这还给挂了。还给我拉黑了，我以为狗叫呢，汪汪的挺急的，我还寻思恶作剧呢，我这给挂了。他把人荒郊野岭的挺不方便的，要不还是去接一下他吧。那有啥不方便的？就搁那睡呗。团建不是带着那个蓝盒子床垫睡觉来的吗？卷包床垫搬来搬去非常方便，60秒就能还原大床垫，还有100天试睡，不满意就退，3段式分区给腰部足够的支撑力，久睡不累。同事们好像没有回来接你的打算。那这山上光秃秃的，啥都没有，那我怎么生活？这就剩狗拉的粑粑了。我晚上吃什么？吃狗屎啊！那我妈现在还有工作呢，哪有空接她呀？你就让她自己想办法呗。闯，你快过来，狗又尿了。哎呀，来了，还得是我呀。看来在同事眼里，狗的地位确实在你之上，你也不要太生气了。那我公文让狗做了，我能不生气吗？我看他们往群里发视频，把狗放我座位上了，我那桌面都清空了，都放狗粮了。我反驳2句，又把我踢出群聊了，这太气人了。这会儿天黑了，挺危险的，要不我们带你回去吧？你这回，谁让你坐我位置的？就给我开！老板把你座给他了，老板说狗比你有用。谢谢狗哥，我不做了。我们出来爬山，让他负责订饭，结果我们都爬到顶了，才知道这小子光订他自己的了，我们一口没吃，他给自己订了8菜1汤。那也没人跟我说还得给同事订饭呀，那我以为就自己订自己的呢。没订早说呀，我那爬1天腿都软了，最后告诉我们没订饭，我们吃啥呀？吃树皮呀？订饭的时候就没发现不对劲吗？你发现了啊？那我以为这次伙食费多打了个0，我就没敢吱声。那我还纳闷，怎么这次伙食怎么这么高标准？一顿午饭老板给我打了好几千，我都订了份米其林3星的，还剩了不少。我是说你订饭没发现没给同事订吗？那没发现，你等会儿再来吧，我要开始用餐了。那所有同事的午饭钱都合在一个人身上，那标准能不高吗？出发之前我还特意问他，我说别忘了订饭。他说放心，早订好了。我看他背了一大包吃的，我寻思这波稳了，没寻思到他订的是他一个人的。又累又饿，爬了1天，我脚都累肿了。你那就本来就是鞋不合脚了。你看我这个刚从德国上买的，你这鞋行啊，应该挺贵的吧？不贵，白水泥配色，德国买鞋老靠谱了，专人鉴别过才发货的，正品有保障，价格比其他平台旗舰店还要划算。换季衣服鞋子我都在上面买，我这卫衣才100多，简约大气，可外穿可内搭。才100多，给我也买件呗。换季活动力度大，点我评论区置顶打开得物就有机会参与，还有机会抢1000元无门槛优惠券呢。同事们都挺饿的，那也不能赖我呀，那是他们没说清楚，我还寻思怎么都催我订饭呢。我说这么多年同事，你第一次关心我。我看你包里还有挺多的，要不分一点给同事吧？不分，这些是我自己够的，那包里是留着喂狗的。我看山里有好多野狗都没吃饭，好了，我都快饿死了。挺着，不用招啊！我这还没吃呢，你们谁吃？还挺有良心的，打一户人吃啊！你这掉地上让狗啃，还他妈挑上了。他陪客户爬山，结果下山的时候他自己开着车走了，把人客户给扔山里了。那客户让野狗撵了1宿。那我到点下班了，那不属于陪客户的时间了。那到点不走，那我不算加班了吗？那也不能把人扔山里啊。他是到点下班了，我们加了1宿班，我们大半夜来山上找客户，1宿没睡，你说给我们困的。同事因为你都挺累的。加班加的嘛，他们就是不聪明。你看我不加班，那气色多好啊！你这么做确实不太好，走的时候为什么不提醒客户呢？我提醒他了呀，我说时候不早了，那他说没玩够，我说行，那我让你玩个够，那我就开车先走了。他是走了，那客户把我们全公司都问候了一遍，我们老板都快给人跪下了，全公司就他睡了个好觉。那我还纳闷呢，那我说怎么一到家一看手机，这么多老板的未接来电呢？那我猜到应该是急事。那你就没打过去吗？我不下班了吗？你好像对上下班界限特别分明。那我是来上班的，又不是来加班的。有那加班的时间，还不如回家玩游戏领手机呢。玩游戏还能领手机？对呀，你看这就是我领的。还有遥遥领先呢，不会要我砍一刀吧？没那些套路，
左下角上线完成任务就能看到领取界面，填个地址就能24小时送货上门。很难抢吧？你放心，左下角苹果14是不限量，华为 Mate 60量少，只有1000台，先到先得。点击左下角立即下载，进入游戏，上线完成任务就能看到领取界面了。那我现在就去下载。你去吧，反正我认为我没错。我觉得加了班比丢钱还亏，那是对自己不负责。他不爱上班这事儿我们知道。有一次我给老板开车，老板坐后排睡觉呢，那闹钟一响，小刀直接开窗跳车就走了。那3小时赶孙子开车。上班打卡成功。闯哥，我来接客户了。你接你妈呀！闯哥，我知道错了，赶紧给人客户送去，还道个歉吧，好吗？好。一天他妈有你这么快找。好。有你。作为老板，你怎么看？小涛是老员工了，他什么德行我也知道，不想加班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只是需要进行一些教导。老板，到饭点了，我下班了。那客户我扔半道了。我跟同事一起出差，那大巴车开半道，那同事把我撵下来了。他上车就把鞋脱了，还打我后背上。我一转头，一只黢黑的一足直接放我后脑勺上了。我没给他从高处上撵下去，就已经很仁至义尽了。公共场合脱鞋确实不对。那你坐车坐太久了，我脚闷啊，我还不能晾了。我脱鞋把脚搭上去休息休息，咋了？这都我个人自由。他一脱鞋，那车那玻璃都起雾了。我一看那脚趾盖跟黑曜石似的，我还寻思这小子做美甲去了呢，还是贴片的。这么夸张啊？那也不能把我撵下来呀！那这么多同事看着我，多没面子呀！他就不能心平气和的让我把鞋穿上吗？那心平气和的说你就能穿了吗？你都心平气和了，我还穿啥呀？那我们都呼吸困难了，怎么心平气和呀？我俩坐在前面更遭罪。那司机一个急刹，那一脚直接蹬我后背上了。你说，跟他妈化物棉脚似的。我这刚买的，准备见客户的。确实挺严重的。他更惨，他好奇呀，他回头瞅了一眼，脚直接插他嘴上了。咋样了？没自觉。公共场合脱鞋确实是不对。那他们也没好哪儿去啊。那我下车以后，他们在公司群里叫我独角兽，老板看见了还点了个赞，这让我以后在公司怎么立足？就他那个脚就别在公司立足了。他要是在中午我们从冰箱里拿饭，一打开冰箱，我以为进厕所了呢。臭豆腐、螺蛳粉，还有个半开的鲱鱼罐头，给我们兄弟把饭全扔了。那冰箱是公司的，又不是他们的，我想放啥放啥呀。那都是吃的，怎么那么矫情呢？他们受不了就别用啊。这么大的东西为什么不放家里冰箱呢？我家没有啊。那买冰箱不得花钱吗？还费我家电，买那干啥？那冰箱是放食物的地方，不是他养蛊的地方。现在的冰箱整的跟潘多拉魔盒似的，你永远不知道下次打开冰箱有什么惊喜在等着你。那公司的冰箱我有使用的权利啊，那谁受不了可以不用。这谁又给我贴上了？办公室味儿挺大的，你这么做是不是太没素质了？我这个人素质一直不怎么样呀，爱用不用管。你这样做不太好。你也管？他啥东西都往冰箱里放，我们现在兄弟都没法工作了。味道确实挺大的。是啊，那楼下保安过来路过瞅瞅，都以为啥东西死里了。哪呀？去厕所喘口气儿。带我呀。反正我闻着没啥味儿，他们就是太矫情了。我不起就死，矫情你妈呢？你这是往冰箱里放饮料吗？这是我下午要去送宴的。你看着没？多吓人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放不了的。你们怎么站着办公？那站着能让我们时刻保持清醒，不然犯困影响我们工作效率。最近公司效益不好，老板让我们走出舒适圈。小涛站起来了，说坐着办公太舒适了，影响效率，就建议我们站着办公。我们现在一站站一天，腿都不带打弯的。那我实话实说呀，你坐着就是效率低呀，我不也是为了公司着想吗？你干啥呢？站累了，坐会儿。你坐你妈呀！罚款50，我给你记上。你看着没？多可恨呢！现在把椅子全给我们撤了，谁坐谁罚款，跟我站的腿都硬了。你这他妈不祸人吗？一直站着挺累的，你就没替同事们考虑一下吗？我考虑了呀，虽然办公是站着的，但是上厕所不就蹲着了吗？你又能拉又能休息，这不就劳逸结合了吗？你等会儿，你上厕所把你午饭带上，你在里边一块解决了，你出来吃耽误工作时间。让同事去厕所吃饭不好吧？你进出同步嘛，你该拉该吃就没饭吃。那要是多干了呢？多干是应该的。哎，你出来了，你出来！你别这么干啥呀？赖上你！不是你老公赖，你要干啥？我们陪客户吃饭，同事们走的时候没叫我，把我一个人扔这儿了。客户请我们吃饭，那菜还没上齐呢，他超级筷子就扒了，一盘辣子鸡让他扒拉的就剩辣椒了。客户让他气扔一筷子就走了。那我不爱吃辣椒啊，我扒拉咋的了？那逼玩意儿多辣呀！都坐一个桌上，他们手速跟不上，赖谁？那也不能上个菜就扒拉，上个菜就扒拉呀。那厨师炒完他再炒一遍，那菜还没等进口呢，就成3手的了。再说人客户请客，人家没动筷呢，他这让客户咋吃啊？那吃饭哪那么多规矩？那谁手快谁就能吃饱，谁慢谁就饿着。他们就是太矫情了，早晚饿死。但他毕竟是客户，你这样是不是太没素质了？我素质一直都没有，你下次别问了，你素质你也得饿死。
那么多人看着他，他就没有一点羞耻心吗？关键他下筷子之前还得这么抿一口，那筷子一拿出来都拉丝儿了。我亲眼看着他拉出来那个水晶吊坠甩进客户碗里了，给人点缀上了。你这让我们咋吃啊？那我平时吃饭就这样啊，那我就这么个习惯。再说点缀的又不是他，那客户都没看着，差点那么多事儿呢。你这么做让客户看见不好，你应该考虑一下同事的感受。我后来考虑了呀，我不在桌上吃了，他们就看不见了，你还想怎么地？他端着筷子直接去后厨截胡了，那菜一端上的全是一排大牙印子，那有的凉菜还让他的口水给拔丝了。确实挺过分。那客户更惨，那手机放饭桌旁边了，那小涛那么扒拉扒拉给人手机扒拉菜里去了，给人拌上了，最后还是我们赔的。那你还挺舍得。这主要我请老板吃饭，想跟老板打好关系，同事非得跟我一块来。那到那儿以后，他给老板又敬酒又点菜的，老板以为是他请的，就给他升职了。那我花的钱功劳全让他给抢了。确实是他付的钱不假，那我看他到饭桌闷头就是吃，那老板都冷场了，那我说实话跟老板互动互动，那不也很正常吗？他自己没有眼力劲儿来谁呀？那我饿了，你使劲他先吃点儿，那他跟老板就喝上了。那明明是我付的钱，老板还以为我是那个蹭饭的，那太气人了。应该是同事太过热情，让老板误会了。那他一边夹菜一边问老板这家合不合胃口，那好吃再加，他还大方上了，这不就是故意的吗？那我也没跟老板说是我请的客啊，那老板自己以为错了，你这赖我干啥呀？那不赖他赖谁？我吃一半了，老板说让我别蹭了，还要把我撵出去。那我付钱我结账，还要撵我，那我能不委屈吗？他给老板敬酒，从头敬到尾，那喝了好几箱都，玩命呢。老板误会了，你没跟老板解释一下吗？那老板让我闭嘴，说再开口就让我滚。那我也没好哪去啊，我跟老板过生日，那同事们请老板吃饭，结果他们快吃完了才叫我，那我一去，老板让同事全喝醉了，就站那个服务员在那儿等我结账，那太欺负人了。那都是同事帮着付个钱咋的了？那我们也确实是喝醉了，断片了，没什么意识了，你咋付钱呢？他放屁！我一结完账，他们全拍拍屁股站起来了。那李闯临走的时候还提了2瓶茅台，他这飞天的，还说回去做酱香拿铁。那醒酒的醒这么快吗？确实太快了点啊！我说我今早醒了，这桌子上怎么多2瓶茅台呢？我还寻思谁送礼了呢？我断片了，我确实不知道啊。你过分了啊！那玩意儿多贵呀，俺们几个才拿1瓶。那我爸也爱喝，我也不能忘了他呀。他和他大爸用我的钱孝敬他父母，要不要点钱？他怎么这么孝顺啊？反正这钱我不掏，你让他们赶紧把钱还给我。这老板过个生日，他怎么还斤斤计较上了呢？那我们这不也是替他考虑吗？平时老板就不待见他，这不行，特意给他留个表现的机会吗？也让老板看到他的闪光点吗？那也不能删我钱包啊！我昨天刚发完工资，今天就给我闪没了。我是付完账，现在分币不剩，我以后可怎么生活？他们就是看老板喝醉了没人结账才叫我来的。你们是故意不叫他的吗？刚开始确实是忘了，后来不也想起来了吗？后来是怎么突然想起来了？老板当时喝多了，看前台有条狗跟小涛挺像的，那还对着那狗说：“小涛你怎么来了？”这不我们就把他叫。我们陪客户出差，他进人客户的房间洗澡，给人下水道吸毒了。那客户让他埋汰，他连夜跑了。我房间淋浴坏了呀，那我就借他浴室正常洗个澡。那客户就是承受能力太差了。方便看一下里面堵成啥样了吗？你别看了，你进不去。那谁正常洗澡能给人下水道吸毒了？这他身上攒那些泥都快给自己裹成兵马俑了。他多长时间没洗澡，心里没点数吗？非得跑人家房间洗去？是平时洗澡不勤吗？那我租的房没有卫生间，就都等出差的时候洗，节约水费还方便。方便问一下，上次出差是什么时候？去年。那水龙头一开掉一地皴，那给人下水道都堵上了。人家客户本来挺好干净个人，哪能受得了这冲击呀？那我跟客户道过歉了。我洗完出来的时候跟他说不好意思给你添堵了，那他说没事不用客气。那我以为你没事了。那客户也没想到他说添堵是真给堵上了，人家客户点名要的民宿，他往人浴缸里一坐，那浴缸都黑了。我这乍一看我还寻掉色了呢。你确实应该注意一下个人卫生。那这我个人习惯啊，那洗不洗澡都我个人自由。他这弄得我多没面子呀！那客户就是太矫情了。他戳那2下身上的泥给当削面似的，苦苦往出飞，都结成铠甲了。反正我是不得跟你们在一块儿。我们谈了这么久的客户，他这一赌全完事儿了。能理解。熬夜加班1个月赶项目，老板说要给我们发奖金。小涛站起来了，说我们加班不是为了钱，给我们钱就是羞辱我们。说的老板惭愧的收回了决定。看到老板用钱来侮辱同事，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站起来把同事们的奖金挡回去了。我说老板，你把我们想成什么人了？你还挺有骨气的，那你不想要那奖金吗？你项目没参与，我分不着。老板高兴的脸都红了，拍着桌子夸他，这还让我们跟他学习，他凭啥代替我们做决定啊？咋的，显得他清高啊？那我认为同事不是这么肤浅的人，那没想到他们这么小心眼儿。再说了，老板说过要把公司当家呀，那为家里办点事儿，你钱不钱的不都见外了吗？那不如好好享受加班带来的快感。你这么做确实挺不道德的。我道德一直不怎么样。老板好不容易大方一回，好人让他当了，损失我们几个来承担。那我们奖金咋整啊？
他赔啊？就为了点钱斤斤计较，多世俗啊！那不如把钱留着建设公司。那万一哪天公司倒闭了，他们怎么生活？那他们不得分清这一顿撑跟顿顿饱的区别吗？那我们在公司这么些年，那也没保过呀。再说那项目跟他1毛钱关系没有，他都没参与，他咋那么不要脸呢？我还寻思发奖金买个鞋呢，我这鞋都穿快3。下班租了个灌饼摊，想搞个副业。那同事们知道了，非要来给我捧场。我说不用了，你们别来。结果他们到了，往死里吃。我这一张饼没卖出去呢，给我吃收摊了。这捧场这种事肯定人越多越好啊。那我们也是为啥着想啊？都竭尽全力为了增加人气了。一个灌饼确实没多少钱，方便问一下来多少个同事？那全公司都来了，这还带着家属，光排队就排了快2里地，就全给我抢光了。煤气罐都给我搬走了。那不知道的以为我这生意多火爆呢。那其他摊主看了都眼红，那说让我教他们做灌饼。你教啥呀？我做餐饮10几年了，头一次见到一开业就围得水泄不通的，这得赚多少钱呢？我决定把店卖了，明天就跟他学做灌饼去。他看起来挺心疼的。我们还没吃好呢，他抠门心疼了，铲子往这一撇，说爱谁做谁做吧。那我们只能自己做了。我就因为我往这鸡蛋灌饼里多加了几个蛋，这差点没跟我打起来。你这多小心眼子吧？他问我加鸡蛋行不行？那我看他伸了2根手指，我说行，你加吧。结果他一下打了20个蛋，那灌饼让他做成饼灌蛋了。你怎么不把我也灌进去呢？那我爱吃鸡蛋呢，鸡蛋灌饼你不灌怎么能行呢？多香啊！同事确实挺过分的。帅哥，给我来个灌饼呗。你看我像我升职，同事非让我请客吃饭，我说了不请，结果到饭店了，他们往死里点，那一顿饭下来，半年工资都垫进去了。升职请客很正常啊，你这请了，你整这出他不丢人吗？再说你升职了还差这点钱呢。那我寻思就请关系好的那几个，结果不知道谁把这事发公司大群里了。那我一来，公司30多个人在门口都排上队了。平常那些常年请病假住院的病号都来了，这么多年，公司人都没那么齐过。那多叫点人不显得他有面子吗？再说我们同事平时关系都挺好啊。你这玩意这么好，你吃饭不叫人家，那面子上也过不去啊。那面子是过得去，那我日子过不下去了。我一结账的时候，那账单1米多长，一眼望不到头。那最后结账都是贷款结的账，还没结完。怎么了呢？信誉不够了。那他都升职了，你这点少了，都抠抠搜搜的，不显得他小气吗？你请都请了，你就大方的呗。那同事们以后也能好好配合他工作呀。方便问一下他什么职位？就这么跟你说吧，一句话就能让我们丢了饭碗。伙食采购。就平常负责给同事们订午饭，这屁大点职位，他们也让我请客，这太欺负人了。那你涨薪了吗？涨了200。那请客花了多少？2万6，我得干10年才能挣回这个差价。那我们也是好心帮他庆祝啊！你这抠抠搜搜的出，你这多让同事们寒心呐！该说不说，闯哥一看就吃过好东西，点那个菜跟报菜名似的，是吗？吃有点吃多了，我肚子不太舒服。现在给你这个太极藿香正气口服液，不行，喝不了，我一会儿回家还得开车呢。藿香正气液里不含酒精，这不影响开车。还真是啊，也不呛鼻子，喝完还有种回甘的味道呢。同事们确实挺过分的，不过也别太难过，咱至少不是升职了吗？给他们花，我还不如喂条狗呢。我得找老板去，我咽不下这口气。老板，昨天请客的钱全是我付的。你请客全叫了，就没叫我是吧？啊，你升职的事我再考虑考虑吧。考虑你们？哎，不要了。我外卖点了个剁椒鱼头，他说他帮我去取，我当时还挺感动，拿上来一看，那鱼头没了，就剩点剁椒了。剁椒鱼头我没吃过呀，我尝尝怎么了？那都是同事，不就吃他点东西吗？那送外卖还有配送费呢，我帮他拿外卖收点跑腿费，人之常情啊。那谁收跑腿费还把我主菜给收了呀？一开始问他还不承认呢，说上楼的时候摔了一跤，鱼头摔丢了。你这撒谎的时候都是抠牙缝啊，眼瞅那鱼鳞搁牙缝里卡着呢，还不承认呢？那你既然吃了，怎么还撒谎呢？那说实话，我怕他生气上火，我以为我俩是同事，你关系到位了，他不能说啥，没想到他这么小心眼儿。再说，你看我像那偷偷摸摸的人吗？像。那拿我鱼头当跑腿费，我能不上火吗？关键他现在都养成习惯了。那我们谁的外卖只要一到，他就主动帮我们取外卖去。你这我们外卖一拿上来都是缺一块少一块的。我早上点了个小笼包，上来一看就剩个笼了。你看着没？你等他到时候再取外卖的时候，你就干干你就知道了。你这是在干嘛？我挨个吃点，你早上就不点饭了。你这样就不怕影响和同事们的关系吗？那也不能因为同事关系就影响我吃饭呀，那不吃饭多饿呀。那也不能中途吃外卖呀。那我早上出门来不及买早餐，老板说过要把公司当家，我看家里有现成的，我就吃点，怎么了？他这么跟你说的？他还有理了，我好不容易蹲到麦咖啡奶铁周年庆，有15元奶铁早餐优惠，1杯奶铁1个卖满分，有肉有蛋有奶铁。今天早上就点了个麦当劳早餐，上个厕所回来看就剩蛋了，全让他给吃完了，害得我一整个早上肚子都咕咕叫，逼得我又买了一份。这奶铁我喝着浓乎丝滑，这卖满分心跳热乎一脚劲儿，挺好吃的，得给我来一口。你来你，那你。
还连上招了。我们来公园玩，他跑人景区上大号，让保安抓住了，把我们连累的全撵出来了，不让我们进去了。那人有三急啊，你这附近没找到厕所，我有什么办法？你再说了，你这花花草草的不需要肥料吗？你这被发现就是我运气不好，我悄悄找个角落解决，有什么问题？那是运气不好吗？他绕着公园转悠半天，最后找了个摄像头正对着的绝佳位置，给人家保安直播上了，那能不撵他吗？那保安也没好哪儿去，那发现了就制止一下子就行了呗。你非要跟我这么计较，还拿个大喇叭在那喊，那我这多没面子呀！我怎么制止？我今天中午刚接班，在保安厅正准备吃午饭呢，一打开监控电脑摄像头，一个大肛门对着我哭哭往外冒，要不是兄弟们拦着我，非上去揍他不可。随地大小便确实挺没素质的。这保安素质也不咋地，那我都上一半了，他给我粗鲁的给我制止了，那我不难受吗？所以你的个人问题是被打断了是吗？我撤回了。你往这边点别踩着。既然是他个人的问题，为什么你们也被撵出来了呢？本来保安就撵他一个，他非要说跟公司一起来的，这不把我们也撵出来了吗？我们还没玩够呢，你就说他多祸害人吧。我们天天加班工作，就想着今天放松放松，让他给搅和了。你看我熬夜熬的油光满面，鼻头鼻孔都出来了。用这个含舒绿胶囊吧，可以缓解皮肤出油，还能细腻毛孔，一抹就化水，平衡水油，保湿力在线，特别适合你这种油皮。用完确实好多了啊。公司的同事好像都已经知道了。那都怪那个保安，非得拿个广播在那喊，那我还在那蹲着呢，整的全公司都往我这儿看。那我平时在公司形象挺绅士的，这我以后还怎么见人？我不管，脸已经丢尽了，我找个地方把剩下的解决了，要不然多亏。反正你告诉他，以后再出这玩意肯定是不能带他了，都不够给俺们丢脸的。康哥，我找了个坡，蹲一半滑坡了，我滚下来了，弄得全身都是。你找个衣服来救我呗。谁的衣服了？